如果给你无穷的死士，你会怎么做？是安排到全国各地去送外卖，还是一人租一辆车去跑滴滴，亦或是送到顺丰去搬快递？就在刚刚，我正躺在床上无视风险继续安装，突然出现一条广告吸引住了我。广告上显示，假如你有无穷的死士时间，你会怎么做？出于好奇，我点了进去。下一秒，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道系统提示音：无限死士系统绑定成功，今日死士手下已到位。然后我眼前就突兀地蹦出2位彪形大汉，看着他俩，我脸上有些惊慌的神色。良久后，我咳嗽了一声道：“你们真的是我的手下？”闻言，2个壮汉瓮声瓮气地回答：“没错，主人。”铁牛和悍马向主人问安。说完还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。见状，我连忙摆手，示意2人不必如此。又缓了几秒钟后，我试探着念道：“系统你在吗？”可是系统并没给回复，但是我的眼前却出现一副虚拟面板。当前等级0，每日可刷新2名死士，死士等级1级无技能，但身体素质是普通人的10倍。死士创造经济超过10万，可提升至下1级。宿主需要解决所有死士衣食住行。我看着面板了解到了一些基本信息，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，那就是系统给予的死士有没有龙国的身份证明？要是没有，那就有点不好弄了。死士系统需要死士创造的经济价值才能升级，但没有身份证明，就连电子厂都进不去，更别提打工赚钱了。于是我连忙询问铁牛和悍马2人。铁牛和悍马2人闻言从身上掏出身份证，我拿过后看了看，这才松口气，不然我可没本事去给这些死士解决身份问题。第2天早上5点我就醒过来，因为床边又多了2名死士。看着眼前4个身材壮硕的死士，我不禁有些头疼。若是死士不赚钱，就这每天出来的死士都能将我吃破产。想到这，我摇了摇头，打开手机，看着昨晚熬夜发的信息，终于有了回信。小秦，岳府家园今天有2个扛楼的大活，每单都在大几千元以上，而且都是急活。你确定只用你的人能干完吗？我看完信息回道：谢哥，你放心吧，我这几个工人都是干这活的老手，不会让你难做的。你放心，要是出了什么岔子，我包你。对方也马上回了信。行，那我就信你一次，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，你带人直接过去就行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脸上露出笑容。经过昨晚的深思熟虑，想要养活每天都刷新的死士，月薪工作现在暂时是不能做，毕竟死士1个月就要刷新60多人，等不到开工资，我手中的一点家底就被吃没了。所以日结活才是最好的选择，但日结活就只能卖力气。好在1级死士虽没技能，但身体素质却是常人的10倍，而扛楼工就是这种非常考验力气和耐力，工价也非常可观。想到这，我带着4个身强体壮的死士出了门。片刻后，我们来到了岳府家园小区，只见业主已经在等。从他口中得知，这次的活是向18楼扛装修材料，一共180件。我了解后了然，怪不得介绍人谢哥说这活钱不少。马德，18楼还不让用电梯和爬楼机，扛一袋水泥跑一趟都要累个半死。虽然活有点坑，但好在价格很好，除去中介抽取的2块到手63元，我算了算，180件就是1万多，这让原本月薪3000的我激动不已，随即带着死士开搞。这一搞可不得了，这些材料有重有轻，最轻的瓷砖1件都大几10斤，然而铁牛等死士1人6件背着就好。这一幕让一旁的业主看着一愣一愣，随后他对我说道：兄弟，你这群工人牛掰啊，400多斤的货扛起来还能跑，我今天真是长见识了。闻言我微微一笑道：哥，我说了，我这伙工人都是专业的，你放心，我们保证准时完工。我话音刚落，业主带着不可置信的目光看向楼道，只见铁牛等人居然已经跑完了第1趟。你们不会跑错楼层了吧？我家可是18楼，你们扛着400多斤，这才2-3分钟就跑了1趟。铁牛这时瓮声瓮气的道：没错，是18楼，里面还有师傅在干活呢。业主还是不信，于是给家里的装修师傅打去了电话。师傅给了肯定的答复，业主放下电话，一副见了鬼的表情。就这样，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，铁牛等人便在业主震惊的表情中将材料全部搬了上去。活干完，业主直接赚了账，连废话都没有。我看着挣到的11300多字是喜笑颜开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单天赚了这么多钱，一个字数。中午为了犒劳死士们，我直接带几人去吃了每人78元的大骨头。12点多，我们几人在老板幽怨的眼神中才离开。到了下午又接了一单，往商场顶楼扛2000袋水泥的单，总价格是14000，中介抽2000块，我自己是不可能干的，倒是也没闲着，给死士们买了水果冰水，做好后勤工作。死士们还是依旧给力，一下午2000包水泥全部搬了上去。不过这次工钱却出了岔，我看着到账的6000元，皱着眉头问道：老板不对吧？2000包水泥一共应该是14000，扣掉中介的2000应该12000，你这直接少给了1半。闻言，商场经理一副傲气的模样说道：小老弟，我看你们这活干得这么快，你这几个兄弟也没累什么呀，6000不少了，快回去吧。听到这话，我顿时脸色黑了下来，这狗币明显要赖账装进自己的口袋，于是没有好气的说道：赵总，你要说拿点茶水费，兄弟我也就不说什么，但这一下就扣了1半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？听我说完，姓赵的管理轻蔑的笑了笑，接着转头就要走。见状，我直接上前拦住了对方：赵总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，你别为难我，钱差的太多了，我没法和底下的兄弟交代，要不这样，你留1000当个茶水费，剩下的给我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姓赵的管理不耐烦的打断了：我说你有完没完？就这么多，有能耐你使去。见状，我也是来了脾气，姓赵的，我特么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今天你不把钱给了，我还真就告诉你，你走不了。赵姓管理闻言回道：你个毛刚长齐的玩意，还想跟我来硬的？我告诉你，你找错人了。接着挥了挥手，叫来了6-7个保安。见此，我知道对方这是早就有了准备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也没打算放过对方。
要知道我手下可全都是死士，可以随时为我去死。见对面保安过来，铁牛等人也立即围在了我身边。随即我对铁牛附耳道：“一会把这沙比四肢打断。”铁牛沉默的点了点头。接着就见铁牛大步上前，直接一脚踹在了赵信管理的肚子上，将其蹬出去3-4米远。当然这还是收着力的情况下，不然以铁牛的力量，这一脚下去怕是能将对方直接踹死。接着赵信管理干呕了几下才缓过气，大吼道：“给我干！他们出了事我负责。”保安们闻言全都气势汹汹准备往前，但悍马几人的动作更快，3个死士拦住6-7个保安，就跟爸爸打儿子一样一拳一个。而铁牛则是来到赵信管理身前，也不废话，抬起84码的大脚就是踹，只听嘎巴几声，接着就是赵信管理声嘶力竭的踩。这时我上前来到赵信管理面前阴笑道：“真拿自己当大爷，谁也不敢动你是不是？老子今天就必须打掉你这口气焰！说吧，钱你到底给不给？”赵信管理此时哪还有刚刚嚣张的模样，如磕头虫一般疯狂点着头。我拿出对方手机输入转账数字，然后让其刷脸支付。看着剩下的6000到账后，我轻蔑地说道：“对了，你可以选择报警，我无所谓的，伤你的只是我一个兄弟，他进去了，我们还没进去，你懂的。”说完，我带着铁牛等人就离开了商场公园。赵信管理看着我们几人的背影，眼神里露出怨恨的神情，接着又看了看四周，最终叹了口气，做出了先去医院的选择。回到家后，我一直等到后半夜都没警察找上门来，索性直接上床睡了过去。第二天一早，吴大的卧室又多出2条壮汉。昨天一共收入23000多，钱方面能稍稍松口气，但当务之急，我迫切需要一个安顿死士的地方。随着手下越来越多，这间小出租房可装不下，于是我拿出手机准备给房东打电话。可刚拿出手机便响起了铃声，来电的是中介谢宇。接通后，电话那边传来他的声音：“哎，秦哥，昨天鼎丰商场那个姓赵的主管，真是你带人废掉的吗？”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，谢宇严肃地说道：“秦哥，你们可得小心点，我觉得对方绝对不会这么算。他大哥赵建在 H 市还是有些实力的，前些年法制不健全的时候，就在道上胡混，而且积蓄了不少财富。这几年管得严了，赵建开始转型，开始做建筑和娱乐行业。咱们市那个金沙夜总会就是赵建的产业。这人手下养了不少人，虽然他弟弟不争气，但你废了他弟弟，赵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所以秦哥，你那边要加点小心。”我听完一边点头一边感谢道：“谢了谢哥，要没你我还真以为那个姓赵的服软了。”寒暄几句过后挂断了电话，随即我又给房东打去了电话，又在我现在租住的楼房租下了10间房子，租金是押1付2，这一下就用掉了我昨天赚的3/4。看着瘪了的钱包，我没别的想法，就2次搞钱。好在谢宇给力，又给安排了几个日结活，虽然没昨天单价高，但胜在活多。随即我带着死士开口，一晃过去了5天。这5天我带着死士们不断穿梭于 H 市的各处小区，随着死士的不断增加，我手中的钱也在不断上涨，等级也顺利来到了2级。2级系统每日可刷新5个1级死士，一个2级死士。2级死士身体素质与1级死士相同，但必会有一个普通技能经验。现有1级死士数量16个，看到系统升级了，我还是挺高兴的。不枉我这几天带着死士们疯狂干活，带着一群死士吃了晚饭，我就返回家中休息，顺便搞清2级死士能带来什么。很快时间就来到了凌晨12点，小屋内突兀的出现了6名死士，对此我已经见怪不怪。点开系统界面，其中5个死士与铁牛一样不会任何技能，只有一身蛮牛的力气。接着我将目光看向今天吐的2级死士，2级死士李占良技能精通级，厨艺饭菜美味增加10%。见状我捏着自己的下巴喃喃：精通级厨艺也不知道做的饭咋样，可惜现在是凌晨，出租房内也没什么厨具食材，想试试李占良的手艺只能等明天再说。安排众人休息后，我一觉睡到大天亮。第二天一早，铁牛带队继续去干谢宇找来的单子，我则是带着今天刚到的6个死士去购买厨房用具和食材，打算先试试李占良的手。很快一行人便从菜市场带着大包小包回到了出租屋，然后静待李占良表演。李占良进入厨房后就进入了状态，可以说是煎炒烹炸样样精通。片刻功夫，小厨房内散发出诱人的香味，不多16道菜肴就被摆在了我面前。尝了一口红烧肉后，我给李占良竖起了一根大拇指，心中对系统也越发期待起来。这么好的厨艺居然只能评为精通级，那后面的3个等级又该是如何光景？这顿饭吃得十分畅快，最后杯碟都被几个1级死士舔得干干净净，这足以证明李占良的手艺如何。我当即决定实行昨晚想到的计划，那就是做餐饮。当然以现在我的资金实力，开餐馆是想多了，但开流动餐车还是不成问题，只要饭菜的质量打出去，就不怕别人不买单。说干就干，我直接让李占良做了几保温饭菜，用一辆3轮车拉到了附近最大的工地。工地已经放工，外面已经聚集了很多的流动商贩。我目光四处扫了一圈，最后找了块离工地大门近又有挡板遮阳的地儿，让死士们将保温桶打开，在3轮车上立了块牌子：盒饭18元一盒，量大管饱。接着就静等客人上门。李占良的厨艺没得说，飘出的香气很快就引得刚出工地的工人们美秀。但看到一帮壮汉所站的方位，又有些犹豫了起来。我也在观察着这群工人的动向，见此知道自己有些失误。我们一群汉子站在一起卖货，确实有些不同。用他人的角度去看，怎么看都像黑店一样。可现在找几个女生过来又有些太迟了。而就在这时，马路上突然出现2个学生模样的人，随即我一咬牙，健步走了上前去。你好，2位美女，有空做一下兼职吗？只需要2小时，一人150块。见状，2人吓了一跳，
怕引起误会，我飞速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。两个女人听到后才没尖叫出声，其中一个胆子比较大的女人问道：“你要我们做什么兼职？太重的活我们可干不了。”闻言我松了口气，随即回道：“不是力气活，你们看那边，我和老家的亲戚摆的盒饭摊，我那几个兄弟长得有些壮实，搞得都没人上门了，所以想请两位帮忙招呼客人。”两女听完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，果然看到一群壮汉在大眼瞪小眼，有些无措的神情。两个女人顿时扑哧笑出了声，另一个女人略带嘲笑的说道：“了解的知道你们是卖盒饭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收保护费的。行，这个兼职我们接了，咱们过去吧。”有了两个女人的加入，果然工人们开始有了尝试，这一试就完全停不下来。1个小时的功夫，3轮车上的保温桶见空，我停止了买卖，留下了4盒递给了两个女生。接过盒饭后，其中一个女生疑惑地问道：“杨哥，你们怎么不去大学城那边？学校的学生可是比工地工人多得多。”闻言，我尴尬地解释道：“我觉得大学城那边竞争太过激烈，今天刚开张，先在工地试试水。”张雅回道：“那今天试水成功了吧？杨哥，你们以后就去大学城那边卖吧，我包你生意兴隆。”我笑着点了点头。吃完饭后，我给二人结算了兼职工资，惹得两人一阵高兴。送走两人后，我则是算起了今天的收益，除去所有成本，我今天收入2800，看似不多，但这是长久的生意，而且还有许多市场可以开拓，这玩意儿还是有搞头的。另一边，铁牛他们今天干了4单，总计收入4000多块，还算可以。随着手下死士越来越多，我做了一份简陋的计划。盒饭这边李占良和5个1级死士足够用，唐楼宫那边人力有些过剩，所以我计划让铁牛带队专做这个，剩下的死士全送去工地当小工。心中有了个大概后，我带着众人回到家中。凌晨12点，死士准时出现。今天的2级死士叫李飞，技能是木工。李飞的出现刚好和工地计划对应，于是我打算先将其安排进工地，和几个1级死士组成小队用于包裹，这样可以实现收益最大化。就在我忙着规划时，金沙夜总会一间金碧辉煌的包厢中，赵建正大马金刀的坐在包厢中央，听着手下小明的汇报。赵总，打伤东哥的那伙人已经查清了，为首的叫秦阳，是个刚毕业半年的大学生，他身边的那些人也查了，都是来自天南地北的，没有什么其他背景，就是年轻人的意气用事。闻言，赵建淡淡开口：“查到了就去做事。我家老二虽不争气，但也不是什么垃圾都能动的，不然别人会怎么看我？”赵建打断他4肢，把人给我带回来，我倒要看看这小崽子长了几个胆敢动我的人。当晚的凌晨3点，我居住的小区外突然出现一队车队，停在了小区门口，接着10几个人手持棍棒砍刀下了车，急匆匆向着小区内部走去。路过小区保安亭时，其中2个直接走了进去，将保安控制住，其余人便直奔我所住的楼房。不多时，我被一阵剧烈的喊杀声惊醒，醒来时，和我同住一屋的李占良、李飞已经醒来，一脸警惕地围在我四周。见状，我迷迷糊糊地问道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李占良解释道：“老板，刚刚有人想要袭击我，不过被守夜的兄弟察觉，铁牛他们正在处理。”此话一出，我顿时清醒了不少。果然赵家兄弟没那么好说话。不过半分钟，外面的吵闹声就停了下来，接着房门就被敲响。李占良警惕地问道：“谁？”门外传来铁牛嗡声嗡气的声音：“梁哥，是我铁牛。”听到是铁牛的声音，我立马让梁子打开门。只见此时楼道走廊已经围满10几个赵家兄弟的手下，被死士们压着跪在地上，个个头破血流，看着就受伤不轻。我走出来朝他们问道：“是不是赵建派你们来的？”闻言，为首的年轻男子颤抖地说道：“是，赵总让我们过来请你过去。”我轻笑一声，看着周围被打落的棍棒砍刀细碎，有这么请人的？沈宁闻言支支吾吾的不再回话。对此我自是不肯这么就算了，既然对方都打上了门，就没啥好说的。我让铁牛拎起沈宁和2个会开车的家伙，带着一众死士开上他们的车，直奔金沙夜总会。家里则是由李飞和梁子亮负责看守剩下的人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已经抵达夜总会门口，由沈宁带路乘员工电梯抵达顶楼。电梯门刚一打开，铁牛和悍马便率先走出，但凡遇到金沙夜总会的人全部放走。很快顶楼就安静了下来，接着来到一间豪华帝王包门口，沈宁指着大门说道：“赵总就在里面。”我示意打开门走进去，沈宁赵总。他刚一进门，里面一群人的目光便看向他。赵建见是沈宁，便吩咐手下将包厢的音乐关闭，然后一手搂着一个陪唱说道：“是办完了吗？那小崽子呢？”还没等沈宁回话，我带着一群死士大马金刀的走了进去。死士们进来后，快速将准备起身的几人控制住。铁牛大声喊道：“不想身上多几个窟窿就都老实点。”顿时，刚刚有些吵闹的包厢变得鸦雀无声。赵建脸色阴沉地看着这一幕，没有回话。我摆出一副臭屁的表情说道：“这不听说赵总要找我，我就上赶着屁颠屁颠的过来。赵总找我什么事？现在我就在你面前，你可以说了。”赵建看着我装模作势的样子，脸色是又黑又红。他也没想到自己的人会失手，也没想到我居然会有这么多人。事到如今，自然是好汉不吃眼前亏。随即赵建问道：“这次我认栽，小兄弟，你有什么条件可以提？咱们都能商量。”闻言我嗤笑道：“你都要废了我，咱们还有的商量吗？”那小兄弟画个宝，我都接了。话音落下，我露出一丝得意的笑，这正是我想要的。于是我开口说道：“赵总痛快，我听说赵总在大学城有家饭店，那边人流还不错，就拿那家饭店作为我的精神补偿吧，另外再加50万补偿金，没问题吧？”赵建闻言连忙摇头道：“不可能，我给你200万精神补偿，咱们之间的事就到此为止。”我冷笑道：“赵总说笑了，你以为我在和你商量吗？我是在通知你。”这时赵建也硬气了起来：“那你还能杀了我不成？是我杀不了你，但别人能啊！”说着我招呼铁牛道：“铁牛过来，
给我们赵总来个他没见过的表演。我指了指面前的大理石茶几，眼油摇头，随即蓄力一拳，猛地轰在茶几上，砰的一声，顿时整个茶几碎了一地。赵健和包厢的其他人都看得目瞪口呆，要知道那可是大理石啊，就算拿大锤都不能轻易敲碎。接着我又问你，铁牛怕坐牢吗？铁牛拍着胸脯道：“老板，我不怕。”随即我转向赵健道：“赵总，你既然不想付出代价也行，但你要收拾我，我也要还回去。这样，我这兄弟不怕进去，我也不要你赔偿，你接他一拳就行，这样就公平。”赵健听到这话脸都绿了，心想要是这一拳打在他身上，不死也得残废。想到这，他咬了咬牙道：“好，我给你，哈哈哈！”赵总痛快。接着约定好时间后，我这才带人离去。离开前又要了刚刚来时的3辆车。我们离开后，有人劝赵健报警，说遭到敲诈，但最终赵健摆了摆手说算，也让其他人把好走。回到家后，我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继续睡觉。第二天一早，那个沈宁带着一个律师和钱找上门，接着双方完成了鸿宾楼和3辆车的过户。我留了个心眼，将鸿宾楼和车都过户到了手下一个名叫大刚的死士身上。如若赵健反悔或是有什么陷阱，我也可以保全自己。片刻后，我站在大学城鸿宾楼前，看着3层高的鸿宾楼也是十分激动。另外最开心的是李占良宿舍的那些小厨房，他真是用够了，有了更加先进的厨房，对于其效率有着极大的提升。留下2人看守打扫，我又开始带着手下展开了盒饭事业。今天是2个盒饭卖日，所以我将人分成了2锅，一个还是昨天的工地，另一个就摆在了鸿宾楼的门前。张雅和刘媛来得很及时，看得出2个姑娘对这份兼职真的很喜欢，不然也不会这么积极。2个小时过去，饭菜见底，同上次一样，我发给2个姑娘每人2盒饭菜，接着说道：“你们晚上不用来这边了。”张雅闻言，塞满饭菜的嘴巴发出呜的疑问声：“杨哥，是我们犯什么错了吗？”这副模样好像一头小猪，逗得我乐了起来。解释道：“你先听我说完，是这样的，我在大学城那边也开了个店，就在鸿宾楼那里，离你们学校近，你们晚上直接去鸿宾楼就行，对你们也方便些。”听完解释，2女这才松口气。吃完饭后，一众人便返回了鸿宾楼，我则是再次化身算账机器，结算盈余。今天中午的纯利就达到了近9000，晚上再卖一波，纯利绝对能超15000。果然选择这个赛道还是有些搞头的。转眼来到了凌晨12点，死士再次降临。今天的2级死士技能是瓦工，还算可以，算是为建筑队再次添砖加瓦。我又看了看经验，得到赵健的资产后，经验值已经来到814万。又研究一阵，我便进入梦乡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是被电话吵醒的，迷迷糊糊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上面显示是老妈，我立即精神了起来，连忙接通了电话。电话那边传来了我妈焦急的声音：“大事不好了，儿子，你妹妹秦月偷偷跑去 H 市，说是要去打暑期工，你联系一下她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啊。”闻言，我立马挂断电话打给妹妹，可还没等我说话，那边已经传来妹妹的声音：“哥，我来 H 市了，现在已经下火车了，来接我一下。”本想让她别来，但她先斩后奏这一招直接让我没了脾气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带了一名死士驱车前往火车站。片刻后，3个小姑娘从出站口叽叽喳喳的走出来，妹妹秦月也看见了我，接着兴奋的松开闺蜜的手，跑到我眼前嗲声嗲气的说道：“哥，你来接我了。”不等我说话，她喊着身后的闺蜜介绍我：“玲玲、青青，快过来，这是我哥秦阳。”2人见到我也是热情的打招呼，随后一行人便向停车场走去。我一边走一边问道：“放暑假了，不在家好好玩玩，怎么想着出来打暑假工呢？”闻言，秦月解释道：“是青青的提议，她有个姐姐在 H 市做服务员，1个月能赚7、8千呢，而且包吃包住。我们几个打算赚了钱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。”我一听就感觉几个小丫头打工这是不靠谱。H 市服务员工资也就3、4千块，但夜总会的服务员工资会高些，但那是需要附加服务的。所以说贾玉清那个姐姐8成是在夜总会之类的娱乐场所。这几个小丫头要去那种地方上班，那不是开玩笑的吗？随即我对贾玉清问道：“妹子，你这个姐姐是你亲姐姐吗？”闻言，贾玉清说道：“不是，她是我打游戏认识的一个姐姐，她人很好，有时候还送我皮肤呢。”听到这我一阵无语，真是啥都敢信。之后我也不问了，当然这工作我也不会让几个丫头骗过去。半个小时后，我载着几个丫头来到了鸿宾楼，此时已是中午，梁子正带人卖着盒饭，我取了几份让几个丫头先吃着，我则是站在摊前帮忙。刘玲玲一边吃一边问道：“月月，你哥这是在这帮人卖盒饭？”秦月回道：“应该是吧，我哥毕业后也没回家，就说在 H 市工作，具体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。”看到我是卖盒饭的，刘玲玲瞬间没了兴趣，于是又向贾玉清问道：“青青，你联系孙姐没？什么时候来接我们？刚刚我给孙姐定位了，她说一会就来接我。”刘玲玲闻言畅想道：“那就好，1个月7、8千啊，我还没见过那么多钱呢。等赚到钱，我一定要把我想买的东西都买了。”时间转眼过去半个小时，一辆黑色汽车停在了鸿宾楼门前，从车里走下一位浓妆打扮的艳丽女。秦月3人见到女子就兴奋地跑了过去，贾玉清边跑边喊道：“孙姐！”名叫孙姐的女人见到贾玉清开口夸赞：“哟，你就是青青吧？真漂亮。”此时我正在摊位收钱，见到这一幕，知道这个女人就是骗3个丫头过来的那个女人，于是也走了过来。“你好，女士，我是这几个丫头的哥哥，我叫秦阳。”闻言，孙姐面色有些不自然起来，
但还是客气的跟我打了招呼。见状，我直接开门见山的问道：“我听我妹妹说你那边想找几个人做服务员，薪水还挺高，但据我所知，能开到7、8千以上薪水的服务员，在咱们 H 市可谓是寥寥无几。不知您在哪高就？”面对我的询问，孙姐有些支支吾吾起来，但还是在我的不断询问下说出了工作地点：帝豪会所。闻言，我一脸震惊的看着对方。话说帝豪会所服务员的工资真能到7、8千，但那是需要提供某些服务的，真不敢相信对方居然要介绍几个丫头去那种地方上班。要知道几个丫头可是未成年，这件女人心也是真黑。缓了缓心神后，我用冰冷的语气道：“你可以走了，我妹妹不会去那种地方上班的。”孙姐见我不好忽悠，只能瞪了我一眼，随后上车离开。秦月几人此时还是发懵的状态，我解释了几句后，几个丫头这才后怕起来。见几个丫头有些沮丧，我开口道：“行了，别做你们那7、8千工资的大梦了，要是不嫌弃，就在这跟我卖盒饭，一天150，也是包吃包住干1个月，我送你们回家。”秦月有些呆萌的问道：“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卖盒饭一天能赚150？”我敲了一下秦月的小脑袋道：“咋的？瞧不起卖盒饭了？你们就说干不干吧，不干我就去给你们买票，明天送你们回家。”秦月急忙说道：“干当然干，可是哥你说话算数吗？你不是给别人打工吗？”闻言我有些自责的说道：“算数，不仅是盒饭，这个饭店现在也归我管。虽然不能告诉妹妹这个饭店现在是，但有些东西还是可以透露一点。”秦月张大嘴巴兴奋道：“这么大的饭店现在都归哥你管了？我还以为你就是给饭店卖盒饭呢。行了，别废话，我带你去职工宿舍。”随后我便带着3个丫头来到了一间空余宿舍，但是现在还差一些生活用品才能入住。我直接拿出手机给妹妹转了2000块道：“咱们饭店不远就有卖被褥盆啥的店，一会你和你的小姐妹就去买，收拾妥当，明天上班。”秦月看到转账，笑嘻嘻的回答：“嘿嘿，谢谢哥。”就在我安排妹妹的时候，那个叫孙姐的艳丽女人也返回了帝豪会所。进门后就一直赶着我。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见状迎了上来，啪的一声，男人对着孙姐的臀部就拍了一下。怎么了？一副气哄哄的样子，你不是去接新人了吗？人呢？孙姐回道：“气死我了，本来今天就能把人领过来，谁想到被一个毛头小子给搅黄了。”接着，孙姐将刚刚发生的事叙述了一遍。闻言，中年男人笑道：“行了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这样，你不是说那小子是卖盒饭的吗？晚上我找几个兄弟陪他玩玩，给你出气。”话音落下，孙燕娇低低的回道：“我就知道虎哥你对我最好了，晚上我也要去看看那小子吃瘪的模样。”时间转眼来到下午4点半，菜饭都已经出锅，我待在鸿宾楼门前静待学生们放学。不多时，有下早课的学生开始3、5成群的围了过来。和以往一样，死士们和张雅、刘元打菜打饭，我则在一旁收钱。可就在盒饭生意达到高峰期时，一个头发染得红红绿绿的年轻人端着盒饭走了过来，还将一旁排队的学生们挤死，不断的呼喝着。见此，我脸色顿时不好看，当即就快走几步上前，尽量让自己的表情自然一些，然后问道：“怎么了，同学？”但我的笑脸并没有迎来笑脸。一个红毛当即对着我呸了一声道：“你们就是这么做买卖的？来，你看看这饭菜里都有苍蝇，这么埋汰还敢把饭卖给学生，你们这群奸商！”我闻言眼睛微眯道：“同学，你可要小心说话，我们的盒饭都是经过严格工序制作，保证干净。你说饭里有苍蝇，这大夏天的到处都是，谁知道是不是你拿的死苍蝇来恶心人呢？你这么说话，小心我告你诽谤啊！”红毛听到我的辩解一呆，接着将手中的盒饭举了起来，大声嚷道：“同学们，大家都看看这苍蝇是不是在饭里？这老板还死鸭子嘴硬，就这种奸商，你们还敢来这里吃饭吗？”我也一眼看到了饭里的苍蝇，但苍蝇却是在表面上，而且非常完整。做菜需要翻炒，所以饭里夹杂着一只完整的苍蝇，根本就不现实。这说明这几个人就是随手放了一只苍蝇来整尸。看到这，我有些出奇的愤怒，转头给了死士一个眼神。几个死士秒懂，随即一人一个便将几个红绿灯按住。接着我将红毛手中的盒饭拿到手，顺手将其中的苍蝇拿了出来，并举起来大声道：“同学们，别听这几个混混胡言乱语，你们看这苍蝇完完整整的，咱们家师傅做菜总要翻炒的，这一翻炒苍蝇怎么可能是完整？还有咱家的盒饭油水都特别大，假如苍蝇是做菜时候进去，身上怎么也会沾些油水。可你们看看这苍蝇，干净的很，这分明是这几个混混栽赃陷害。同学们若是不信，你们可以上前来瞅瞅。”原本学生们还对死士制住红绿灯有些不满，但听完我的话后也感觉有些道理，于是纷纷转头谴责起这几个小混混。我见此也是松了口气，短暂的危机算是过去了。接着我让人将几个混混押进了饭店，对学生们借口说要送派出所，让张雅等人继续卖饭。我则是让死士将几个红绿灯带到了2楼的一间包厢。进门后，我上去就一人赏了一记大耳光，接着问道：“说说吧，谁派你们来的？”几个红绿灯刚开始还想出口成脏找回些面子，死士们可不会惯着他，一顿大记忆恢复术将几人打得连连告饶。我看着几个被揍成猪头的红绿灯，继续问道：“这回能说了吧？是二虎哥让我们来的。”我听到这个名字一阵疑惑，二虎哥是谁？附近的老板吗？可接下来红毛的话却让我脸色更加阴郁了起来，不是附近的商贩，是帝豪会所的总经理高二虎。听到帝豪会所这个名字，我自然的联想到了那个孙姐。接着我拿出手机给谢宇打去电话：“喂，谢哥，我想问一问帝豪会所高二虎的来路。”闻言，谢宇惊讶道：“高二虎，秦哥你和他又起冲突了？”我解释了一句：“不是我和他起冲突，是他来找我，被我抓到了把柄。”谢宇问道：“损失严重吗？要是不严重就算了吧。”高二虎出身城西高家，他家有2兄弟，大的叫高大虎，小的就是他。这2兄弟和赵家2兄弟不一样，赵家兄弟是已经金盆洗手上岸，而高家兄弟现在还在道上混。其中高大虎就是城西最大的社会头，他们主营城西的一些灰色产业，手下马仔不少，而且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
咱们是做正经生意的，和他们起冲突吃亏的最后还是咱们自己。没啥事就算了吧。谢宇劝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但我又岂会这么做？现在生意刚刚打开局面，对方就要置我于死地。高二虎这种手段连赵边都不如。此时盒饭摊前，高二虎和孙姐一直坐在一辆电车上。直到我暂时解决后，高二虎才笑道：“这小子倒有点机智，怎么样？这回满意了吧？看着吧，这件事没这么容易结束，说不定过2天这小崽子就滚蛋回家了。”闻言，孙姐疑惑道：“他不是解决了吗？”高二虎露出一丝坏笑道：“呵呵，有道是人言可畏。我观察了一下这条美食街，就他家的盒饭不错。这次红毛给他泼了脏水，我想其他商户也会落井下石。到时候一传十，传百口碑，就臭了一个干餐饮，口碑坏了还干个屁！”孙姐恍然大悟，接着扭动着水蛇腰，对着高二虎不停地夸着：“原来是这样，二虎哥你可真聪明。”高二虎自然也吃这一套。晚上我带人回到出租屋，将死士们聚集在一间屋子，直接道：“我这有个任务，需要一个兄弟去完成。任务虽没什么风险，却有牢狱之灾，有兄弟自愿去吗？”我话音刚落，只见屋内举起树咔嚓的手，铁牛道：“老板，您有事不需要同我们商量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您带到这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，您就是我们唯一效忠的对象，哪怕是您叫我们现在自裁于此，我们也不会犹豫。所以您直接告诉我们做什么就是。”我闻言点了点头，随即挑选了一个1级死士留下，其余人解散。当房间只剩我和那个死士后，还说出给对方的任务。凌晨2点，来帝豪会所玩的老板们纷纷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一身迷彩服的精壮汉子走进了帝豪会所的大门，见有人进来，服务员就迎了上来：“先生，我们这里即将打烊了，您要玩还请明天早点过来。”汉子扫了服务员一眼道：“你们经理高二虎在吗？我找他有点事。”服务员看着汉子迟疑了一下，回道：“您说高经理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您稍等我去问一下。”汉子却道：“不用了，他办公室在顶层对吧？我自己去找他。”说完便向着电梯门走去，但服务员哪里肯干，立即想上前拦住汉子。汉子回身看了服务员一眼，冷漠道：“别多事，对你有好处。”那冰冷的眼神看得服务员一激灵，身体不由自主地退到了一旁。当汉子走进电梯后，服务员才缓过神，立即用对讲机喊道：“有人闹事，去了顶楼，请安保人员前往拦截。”听到消息，帝豪会所所谓的安保人员迅速向着顶楼汇聚。叮，电梯门打开，精壮汉子看了眼围在电梯口的20几个安保人员，眼神依然不变，然后从裤兜里掏出一根甩棍。众安保一看，立即向前扑了过来，想要制服汉子。当即顶楼就开始不断传出打斗声。2分钟后，汉子抹掉脸上的鲜血，扫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众人，接着向里面走去。总经理办公室，高大虎和高二虎正一边抽着雪茄，一边高谈阔论。外面寻仇的是傻子吧？一个人就赶过来，真当自己是超人了。闻言，高大虎嘱咐道：“你也不要掉以轻心，这几年抓得紧，咱们的那些生意不要太过声张。”高二虎嘟囔了一句：“我知道了哥，我最近也没干啥过分的事。”谁知道从哪又冒出来个愣头青。就在2人说话时，办公室的大门被打开。高二虎刚想问人抓到了没，就见一个和血葫芦似的壮汉子。汉子直接问道：“你们谁是高二虎？”卧槽！见进来的人居然是找事的那个人。高二虎惊得张口就是一句国粹。见没人回话，汉子开始向办公桌前走去。高大虎迅速定了定心神道：“这位兄弟，咱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”汉子问道：“你是高二虎？”“不，我是高大虎。”“兄弟有事你可以说，咱们用不着动刀动枪的。你要有什么需求，咱们好商量。”闻言，汉子眼睛一亮：“你是高大虎，正好我不用再去找你。”随即目标明确，汉子不再多言。不多时，办公室内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嚎声。半个小时后，当帽子叔叔到来后，便见到了顶楼惨烈的场面，立马围上了汉子。汉子也不服他，就任由处置，并对自己的作为供认不讳。但问起其他，却是无论怎么问都是不言，并且帽子叔叔还在帝豪会所的其他方面检查出大量的情色交易，有些女孩还是非自愿的。第2天一早，高家兄弟栽了的消息便传遍了 H 市，一时间 H 市变得有些风声鹤唳之余。而就在当晚，各个道上大手接收到一封信，信中的内容也很简单：如果不想和高氏兄弟一战，那就离城西远点，别乱伸手。落款是个情字。各个大佬见到信心思各异，有嘲笑写信之人不自量力的，有不屑一顾的，还有谨慎小心的。但大家都统一有了行动，调查这个情是谁。我也没故意隐瞒自己，不然事情不就白干了？也让这些人顺藤摸瓜的调查出了自己，好让自己打出名气。不过名气越大，遇到的事情就越多。于是我计划成立一家安保公司，这样既合法又能挣钱，还可以保护自己。通过网上搜索，我发现成立一家安保公司还是挺复杂的，不过也有解决办法，那便是收购现成的。想做就做，我直接来到 H 市一家律师事务所，将自己的想法和一位商业律师沟通了起来。律师表示没问题。据其所说，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安保公司空有安保资质，却没有相关的工作人员。像这类空壳公司的收购价并不是很高，低的几万块就能搞定。闻言我表示，收购的一切事宜都可以交给律师解决，但速度一定要快。出了律师事务所，我带了2个死士来到了帝豪会所。经过前2天死士的折腾，帝豪会所现在处于停业整顿状态，其会所的大老板也终于露了面。今晚我来此就是谈合作。高家兄弟的倒台，让帝豪会所成为了一块大肥肉。我成立安保公司的目的就在于此。来到帝豪会所，我们一行人就直接走了进去。一位工作人员赶紧上前道：“不好意思先生，这几日会所暂不营业。”我摆了摆手道：“我知道，我是来找你们老总谈合作的。你和你老总说我姓秦，他应该明白。”随即工作人员半信半疑的给其老总通了电话，很快带着笑脸将我送到了顶楼。总经理办公室内，魏亮正一口接一口的吸着烟。这几日魏亮
这家帝豪会所是其投资额最大的一家娱乐场所，地皮加上建造和装修，花了他将近1个小目标。当初帝豪会所建成之后，高家兄弟就找上了门，目的不言而喻，就是想分口肉吃。魏亮考虑了许久，知晓高家兄弟在道上的能力不错，有着这种地头蛇坐镇，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，于是就同意了下来，还给了高家兄弟10个点的利润分红。可魏亮怎么也没想到，就在生意稳步提高的时候，高家兄弟会翻车，并且连累到会所。这几日魏亮回到 A 市，动用了很多人脉资源，才将一些事摆平。对于谁搞高家兄弟，魏亮也有所耳闻，没想到今天对方会找上门来，魏亮也想看看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总经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推开门，我带着死士便大步流星地走进去。待房门关上后，魏亮便开门见山地问道：“高家兄弟是秦先生搞的吧？”闻言我打了个哈哈，魏总说笑了，我可是正经生意人。这一句回答模棱两可。魏亮了然，笑道：“不知秦先生今天到此有什么目的？”闻言我回道：“我这不是听说高家兄弟多行不义，被不知道哪个好汉给端了。魏总现在正是缺合作伙伴的时候，刚好兄弟我自认有点能力，想要和魏总自荐一番。”魏亮眯着眼笑道：“啊，那不知道秦先生有什么名义？”我反问道：“魏总，明人不说暗话，你觉得搞掉高氏兄弟的那位好汉怎么样？”魏亮有些感叹地说道：“那个人我听说了，确实很厉害，能在几10个打手之间把高家兄弟弄残。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猛人，而且对方挺讲义气的，在里面除了认罪，其他的一概不说。”我笑道：“呵呵，那魏总，我要说这种兄弟我还有不少，你怎么说？”说着，我对一旁的死士使了个眼色，死士走上前，对着魏亮的实木办公桌就是猛烈的一拳，砰一声闷响，桌子上一道深约4、5厘米的拳印映入其眼。这一幕将魏亮看得目瞪口呆。半晌后，魏亮起身摸了摸那道拳印，不可置信地对我说道：“秦先生，我看到了你们的能力，我很满意，合作可以，而且我还能分给你20的利润分红，但你需要答应我一个。”魏亮坐下继续道：“我需要秦先生这位兄弟一物。是这样的，我的地产公司看中了一个项目，但这个项目别人也相中，我们两方的实力差不多，要是不择手段的话，只能两败俱伤。所以我们私下约了一场拳赛，赢家就可以拿到这个项目。”闻言，我思考片刻，人我可以借给你，但你出的价码不够。我身边的兄弟都是我挚爱亲手足兄弟，所以得加钱。魏亮笑道：“呵呵，秦先生真有意思，那你说加多少？100万够吗？”我摇了摇头道：“不知魏总旗下有多少娱乐产业，类似于帝豪这种8家，其中帝豪是最大的。”秦先生的意思是？我回道：“我希望这些场子都能给我的人看着。还有，若是这次我兄弟能帮魏总赢下这个项目，还请魏总多多照顾，给点工程干干。”魏亮哈哈一笑道：“秦先生还真是不客气。不过秦先生提的条件虽多，但也不算过分，我答应了。”谈妥后，我走出了帝豪会，接着又马不停蹄的拜访之前与高家兄弟有着合作的各家娱乐场所。这些娱乐产业的老板没有魏亮那般仔细，对于我的拜访开始还有些忐忑。但得知我只是接手高家兄弟的那部分权限后，这些老板想也没想就同意了下来。毕竟现在在道上，我可是比高家兄弟更为狠辣的角色，没必要为了一点小钱得罪我。总之，我接手的很顺利。时间转眼过去了5天，这天早上我得到了2个好消息：安保公司的收购事宜已经被律师搞定，只需我去交钱签字即可。另一个是魏亮的帝豪会所已经重新开业，之前商量的拳赛也会在今日举行。吃过早饭后，我带着那天给魏亮展示的死士，根据魏亮给的地址来到蓝鸟拳馆。还没下车，我就看到魏亮亲自在店外等着，看得出来这次拳赛对魏亮的重要性。下车后，魏亮连忙面带笑容地迎了上来，还亲切地拍了拍死士的肩膀，接着对我说道：“多谢秦先生帮忙。”我客气地点了点头后，跟随魏亮进入了拳馆。一进拳馆，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擂台，四周则是如酒吧卡座一样。此时已经有了不少人正聚在一起谈笑风生。魏亮一进来，便有不少人围了上来，可见魏亮在众人中的地位。魏亮也是言出必行，给我介绍了不少老板认识，大多数都是做建材生意的。一圈下来，我得到了不少人的名片。距离比赛还有10分钟时，电梯门缓缓而开，从中走出一众人，为首之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长相很俊，一副霸道总裁的样子。其身后跟着几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，行动十分干练，一看就是精英人物。最后面则是一个身高接近2米，黑的只能看见牙齿的强壮老黑，此人就是周康，刚刚接手了他老子的明月地产，比较年轻气盛。这次的赌局也是他提出来的，看来这家伙也不是无脑之人，应该早就有所准备。双方选手到场后，比赛正式开始，所有的观众全都屏息凝神。盖因这场比斗可是关乎于一个10几亿的建设项目，哪方赢了，哪方的人员可都能吃到一口肥肉，容不得马虎。2位选手一上场，那边周康就笑出了声：“魏亮，你是没人了吗？这是弄个农民工上场。”魏亮闻言脸一黑，有些幽怨地看了眼我，我也有些尴尬，没想到比赛弄得这么隆重。不过魏亮也不是泥捏的，反口回道：“有道是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，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，长得大有个屁用。这是拳赛，靠的是能打。”周康抿嘴笑了笑道：“哈哈，希望魏总打完还能这么猛。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位拳手是谁，不过你可以上网查查今年霓虹的 K1 冠军。”魏亮听后身体又紧绷了几分，虽然对于死士展现出的实力很看好，但 K1 冠军这个头衔也容不得人小觑。K1 是霓虹举办的全球性拳赛，里面高手如云，魏亮自然明白 K1 冠军的含金量。此时擂台上，双方选手已经站定，从双方拳手的站位就能看出，周康带来的人是专业的搏击站姿，反观死士一副松弛的模样，好似各个地方都是破绽。这种情况引得台下众人一阵议论，难不成魏亮这是要放弃？随手找了个农民工过来。但当比赛开始后，
死士的表现却是震惊了一群人的眼球。比赛刚开始，大老黑亨特便眼中带有蔑视和愤怒的进行抢攻，以他专业搏击高手的眼睛，又怎么会看不出对面这个男人是真的没有经过系统训练？看其架势就是个普通人，可能就是长得壮一些。弄个这种人上台，亨特感觉对方是在侮辱他，所以他是想速战速决，KO 对手结束这场闹剧。但亨特一记鞭腿踢到死士大腿，脸上顿时露出震撼之色，那一脚踢到对方的大腿肌肉上，砰的一声，发出一声低沉的闷响，可见亨特用力之大。这一脚，正常普通人挨上基本可以确定丧失战斗力，但死士却是面色一点没变。亨特的感觉也是踢到了一块钢板上，这么强的抗击打能力，亨特立马反应过来，对方这是在扮猪吃虎。但此时，即便亨特反应过来，也为时已晚。死士受了亨特一腿后，也紧逼上前，拳头直直的向着亨特面门砸去。亨特见此，连忙双臂交叉，想挡住对方这一拳，但其还是低估了死士的力量。咔嚓，砰！接连3道响声，台下的众人感觉只是一眨眼的功夫，亨特已经出现在台下，双臂结成不规则的弯曲，明显是断了。整个人此时正脸色煞白的哀嚎，说不出的凄惨。见状，周康刚喝进嘴里的一口酒直接喷了出来，随即叫喊道：“马德，开玩笑的！亨特260多斤，这农民工一拳不仅将其打飞，还把双臂给震骨折了。他是超人吗？”另一处卡座，魏亮也刚从震惊中缓过神，一副见了鬼的样子。他知道死士很强，但也没想到会强到这种程度，一拳秒杀一位 K1冠军，电影也不敢这么演。缓过神后，魏亮脸色潮红的端起酒杯，然后对着我敬道：“秦先生，现在千言万语在我心里都会成了一句话，你这位兄弟牛逼。”我笑了笑，和魏亮碰了一杯。当主持人宣布死士获胜后，周康阴沉着脸来到魏亮身前：“行，看不出这种高手都能被你找到，这次我认栽了，项目归你了。”魏亮见此也不想和周康关系弄得太僵，毕竟项目都到手了，再奚落人家就不地道，当即回道：“侥幸，侥幸，周总承让了。说起来咱们也只是竞争关系，又没什么仇怨，以后要是有合适的机会，咱俩家也多合作。”听到魏亮的话，周康脸色这才好看些，随即有些不甘又有些羡慕的道：“魏总，那民工你在哪找来的？我看得出那家伙根本没练过什么搏击，靠的就是天生神力。这要是再练了搏击格斗，就算是世界格斗界也有他一席之地。”魏亮自然也不会瞒着，说来也是巧合，那人是我一个合作伙伴的手下，我也是偶然看到其本事的，就将其拉了过来，没成想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。手下闻言，周康抿了抿嘴，心道：有这本事当别人手下真有些屈才。魏亮肯定道：“你看那个年轻小伙就是我的合作伙伴。”然后指了指我。周康想了想道：“魏总，麻烦给我牵个线，我想认识一下那位高手。”呵呵，什么麻不麻烦的？走，咱们现在就过去。魏亮说完，引着周康向我走来，来到近前，魏亮热情地介绍道：“秦兄弟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明月地产的周总。”随即，魏亮又将我介绍给了周康。认识后，周康道：“不知秦总是做哪方面生意的？”我回道：“周总，我是做餐饮、建筑和安保。”听到安保2字，周康眼睛亮了亮，他正想怎么撬了这位高手，随即问道：“秦总这么年轻，没想到涉猎的这么广泛，那秦总这位手下是你的安保公司教官？”在周康眼里，这么厉害的高手一定是安保公司的重要成员，也就是所谓的台柱子那种。但没成想我却道：“吴强确实是安保公司的成员，不过就是一普通员工。”周康闻言眼睛更亮了，接着有些扭扭捏捏的说道：“秦总，我这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该不该讲？”闻言我大方道：“周总这么客气干嘛？认识了就是朋友，有事你说，能办的我不会推辞。”周康道：“就是我经常来往各地谈生意，身边缺一位高手，不知秦总能不能将这个强子兄弟割爱？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秦总和强子兄弟吃亏的。”此话一出，我眼睛瞬间亮了。安保公司确实包括保镖服务，但以我的人脉还搭不上有钱的老板，自然也不会有人请死士去当。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周康居然主动来请，我心中感叹，这就是结交魏亮的好处。随即我开口道：“行啊，周总，我就是做这方面业务，以前我们的员工这是照顾我生意，怎么能不行啊？不知道周总需要几位？”周康摸了摸鼻子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想请强子兄弟一位，他的身手我是十分喜欢。周总是看中了强子的身手，其实周总，我们公司有强子这种身手的人很多的，你有很多的选择性，很多。秦总吹牛吧？我听到周康的质疑，笑了笑，也不争论，回道：“周总若是真有意愿雇佣我公司的人，一会儿可以跟我回去见见我公司的其他员工，是不是吹牛咱们眼见为实？”见我这般笃定，周康沉吟了几秒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好，那一会儿就叨扰秦总了。”一旁的魏亮见我俩要相约出去，也想凑个热闹。就这样，等一切结束后，几人坐车前往了鸿宾楼。吃过饭后，周康迫不及待地催促道：“秦总什么时候开始展示？”我也看出来了，周康其实人不坏，可能是生在富裕家庭，从小养尊处优惯，性子有些孩子气，所以对其说话语气也不计较。当即让几个早已准备好的一级死士走进办公室，我指着眼前的6个死士道：“这些就是。”周康起身围着几人环绕一周的，也没看出啥高手的气质。秦总，可不可以让这几位兄弟展示一下身手？闻言，我对死士们比划了一个手势，随即几个死士出门。不久，就一人搬了一块厚20公分左右、1米见方的大理石板走了进来，2个死士将石板悬空立了起来。
接着一个死士猛地对着石板就是一拳，砰的一声闷响，石板应声而碎。接着其余死士轮流如此做，看得周康和魏亮一愣一愣的。震撼之后，周康无以言语，只是竖起大拇指夸赞道：“我笑道，周总这回信了吧？我们公司的安保都这实力，有了他们的保护，定然不会让你受到一丝伤害。”周康也没再多说什么，当即就下了订单。秦总，这几个人我要4个，年薪我给开50万一人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心中默默计算了一下，年薪50万，日薪那就是接近1000次，比当力工强多了，当即同意了下来。周康也没废话。合同都没签就给我赚了260万，200万是4个死士1年的薪水，60万则是对我的感谢金。我客气了2句就收了下来。魏亮见此也雇佣了2个死士当做保镖，价钱和周康一样，而且额外多给了100万，也是感谢金。几人商议合同明天签，周康和魏亮就带着新雇佣的保镖走了。我打开手机银行，看着账面多出460万，终于有了一夜暴富的感觉。开心过后，我打开系统，果然系统已经升到了3级，不过下一级的升级经验也从1000万直接变成了10亿，看得我倒吸一口凉气。10亿经验就是10亿RMB，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赚到。接着往下看，3级后的系统每周可以刷新一个3级死士，每天2个2级死士，10个1级死士，同时3级死士会随机刷出高级技能，这个高级技能是指医术、制造业工程师、网络工程师等这种高精技能。而且3级死士系统还开放了1级死士商城，1级死士商城的物品只有5种，并且上面标注了商城新开优惠折扣1的字样。随即我好奇的去看物品，分别是1级基因药剂，打完折售价每支1亿RMB；基因缺陷药剂配方，打完折售价1000万RMB；技能升级卡，打完折每张售价100万；隐形涂装材料，打完折售价10亿RMB；超级化油器，打完折售价1000万RMB。我看到商品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太贵，要知道这可是打了1折扣的价，要是原价每样商品都价值过亿，尤其是1级基因强化药剂还有隐形涂装材料，价格直接超过了100亿1000亿。但看完每样商品的注解后，我直呼系统牛掰！1级基因强化药剂可打开人体第1道基因锁，将普通人增强到1级死士的身体素质，并且打开第1道基因锁后可延寿100，物体可增强10倍的人体素质，就是那延寿100载就不是能用金钱所能衡量。技能升级卡可以提升2级死士技能从精通级至大师级。隐形涂装材料利用纳米材料科技，可直接让各类物品从肉眼中延伸。超级化油器制造图纸，此化油器为通用化油器，可以适配任何车型，其可以将燃油效率发挥到极致，每升油可让汽车行驶50公里，每100公里只需2升左右汽油。看完这些商品，我陷入了难以抉择的状态。除了技能升级卡，剩余的商品我都想要，不过我很快平复心态，开始认真选择。最后我决定拿下超级化油器。盘点了下自己现在的资产，银行卡里有540多万现金，不过鸿宾楼还可以做抵押向银行贷款，300-500万还是没问题的。就在我盘算拿下超级化油器图纸之后该怎么做时，时间也缓缓来到凌晨。时间一到，又开始刷新死士，这次总计刷出13人。我见此连忙去看2、3级死士的属性。2级死士赵志，技能驾驶，精通级任何车型，安全性增加10。2级死士刘忠，技能驾驶，精通级任何车型，安全性增加10。3级死士王立博，技能机械工程师，大师级，对各类机械理解制造为大师级，精密度增加50。看到3级死士的技能，我眼睛一亮，没想到自己刚决定买下超级化油器，系统就刷新了一位大师级机械工程师死士，这简直如虎添翼。有了王立博这位大师级机械工程师，技术问题我完全不用再担心。当然，开厂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但厂子未来的前景却是大有可为。自从3级死士出现后，我开始委托谢宇寻找一间出手的机械加工厂。超级化油器到底有没有市场，还需制造出来在市场检测一番才行。3日转眼过去，另一边魏亮也信守承诺，将其旗下的各类娱乐场所的安保工作交给我。多出的死士皆已经上岗，薪资待遇很不错，又为我扩充了一条财路。当然，拿下这些娱乐场所在我心里也只是天头，最重要的是魏亮答应我的建筑项目。经过积累，我现在手下完全可以拉出一支施工队，承包工程才是真正赚钱的行当。我现在很缺钱，将鸿宾楼抵押给银行，我才凑够了超级化油器图纸的购买款。但要是盘厂子还需另一笔大钱，所以我现在十分缺一个来大钱的项目，可能是天选之子的缘故。这天，魏亮就给我打来了电话，想谈谈合作项目的事，我自然满心答应。青阳地产，这就是魏亮公司的名字。我走进青阳地产的办公大楼，一名跟在魏亮身边的死士将我带到了魏亮的办公室。走进魏亮办公室，魏亮抬头对着我露出一个笑容道：“秦兄弟来了，快坐，我这边项目已经签合同，计划2个月之内就要开工。这个项目是在城东，市里打算在城东建设一个新的商贸圈，用于促进经济消费。我这边打算将拆迁工作交给你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”闻言我眼睛一亮，这个活我可太有兴趣了，建筑行业拆迁可是一块肥肉，我也没想到魏亮这么大方。魏总啥话也不说了，感谢。魏亮说道：“客气了，咱们不是合作伙伴吗？这次拆迁的面积总计43万平，我这边做过核算，对于占地补偿每平给1000元，之后还会1比1给一套商品房。这次拆迁的地点较为偏僻，这个价还不是最低价，不过我这边也给你1000的补偿价，你去和住户谈，压下多少都是你的。不过我就一个要求，不许出现什么群体事件或是不好的负面新闻出来。”我听完心念不断翻腾，感觉魏亮给的肉实在有点太大了，40多万平的补偿款，按照魏亮给的价就是4个多亿，我这边只要能随便压个1-2%，
那就是几千万，也怪不得这帮人削尖了脑袋进建筑行业，真特奶奶的暴利。当然压价也不是那么好压的。随即我自然是同意了下来。接着魏亮又道：“秦兄弟，我也不瞒你，商业街规划的地点位于东城，但东城这个地方你应该听过一个王定飞。这几天，自从项目被我签下来后，这家伙就一直缠着我，想要将拆迁工作包下来，但我一直没同意。原因是这家伙手段太贪，他做过的脏事我就不说了，你可以了解一下。所以你若是同意负责拆迁工作，一定会和王定飞对上，你要多加小心。”我脑子回忆了一下王定飞这个人，顿时想起了这个人，就是上次谢宇说的 H 世道上最大的几个社会人之一嘛。想了想，我回答：“魏总，王定飞这个人物听说过，你可以给我说说这个人的具体背景。”闻言，魏亮笑道：“你说的是官面背景，多的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这家伙的一个亲戚在东城区当三把手。”我听后皱了皱眉，若论用社会的方法解决问题，我自是谁都不怕，但涉及到那面的问题，那就有点不好办了。毕竟不是什么事都能用暴力解决。当然，这也是我根基浅薄的原因，人脉关系还不够强硬。见我皱眉，魏亮笑道：“你是担忧这个三把手会出手？这样，晚上你在你的饭店摆桌好了，我邀请个人过去介绍给你认识一下。”听到魏亮这么说，我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，这明显是想介绍的那方面的大人物给我认识。我也没多说，再次敬了魏亮一杯茶。到了晚上，鸿宾楼为了接待魏亮介绍的贵客，我直接停了今晚的营业。魏亮来的也很早，于是我俩便在1楼大厅一边喝茶一边等。这时我也问起了魏亮，到底要给我介绍什么人？魏亮微笑道：“这个人你在本市新闻应该见过，他姓胡，是咱们 H 市的2把手。”听到这话，我心头有些惊讶，但很快也了然起来。想想也是，魏亮的青阳地产能做到这么大，背后若没有强硬点的靠山，鬼都不信。知道是谁后，我又向魏亮询问了一下这位胡先生的饮食喜好，随即提出意见，让后厨抓紧时间整改，务必让对方这一餐吃得满意，表达出我教好对方的态度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魏亮接了一个电话起身，叫上我来到了饭店门前。不多时，一辆黑色的迈腾轿车缓缓开到门前，魏亮见此连忙上前将迈腾的后门打开，接着从里面走出一位国字脸的中年男人。“胡先生，感谢百忙之中前来赴宴。”魏亮带着笑容与对方握手。随后他开始向胡先生介绍我，这位是秦阳秦总，是鸿宾楼的老板。这次我和市政签的项目就由秦总全权负责拆迁工作。见状，我赶忙上前与胡先生握手，微笑道：“欢迎领导光临，让小店蓬荜生辉。”胡先生盯着我看了几秒，笑道：“你好，秦总，客气了。”随后在魏亮和我的引领下来到鸿宾楼最大最豪华的包间。入座后，胡先生突然问道：“秦总，今天你这个店休息吗？怎么上来也没看到什么客人？”闻言我连忙解释道：“不是的，今天不是您要过来吗？我特意嘱咐晚上不营业了。”胡先生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一抹满意的神色。毕竟他的级别不低，认识他的人也不少，要是被人拍了视频，少不得是一番麻烦。在我的示意下，很快一道道由宋武2个大厨做出的佳肴被摆在了桌上。菜上桌，魏亮就开始张罗：“胡先生，您尝尝，秦总家的店虽然声名不显，但很是美味，我这段时间可是经常来。”胡先生点了点头，伸出筷子，本想浅尝几指，但没想到这菜一入口就十分契合其口味，让其眼睛一亮，随后就停不下来，不断的试吃其他的菜品。魏亮看了我一眼，偷偷竖了根大拇指。胡先生吃饭，我和魏亮自然不会说事。大约过了10来分钟，胡先生这才抽出张餐巾纸，擦了擦嘴道：“见笑了2位，我这个人没啥特别的爱好，就是喜欢吃美食，一碰到美食自己就控制不住。秦总，你家这厨师真心不错。”我也笑道：“领导满意就好，您喜欢吃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叫厨师给您安排。”接着我又给胡先生端上了茶。胡先生抿了口茶道：“魏总，秦总，今天你们找我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王博吧？”闻言，魏亮也不藏着掖着，直接回道：“是的，胡先生，您也知道，王博那个侄子在东城区有个小霸王的称号，但凡是工程这家伙都想掺一脚。我这次签的项目也在东城区，这几天那小子天天缠着我，非要我把拆迁工作包给他。但我和秦总早就签订了合作的事，秦总的意思是王定飞他可以搞定，但王博那边还请胡先生帮忙。”胡先生沉思几秒回道：“秦，事情我知道了，这个项目是今年的重点项目，王定飞这个人我也听说过，风评十分不好，这个项目你们就好好做，不要畏首畏尾，有什么事和我及时沟通。王博那边若是伸手，我会处理。”此话一出，我连忙起身，太感谢胡先生，以茶代酒敬您一杯。随即一饮而尽。之后，胡先生又与我俩浅聊了几句，这才离开。胡先生走后，魏亮也没多待，很快就告辞离去。因为饭店歇业，我嘱咐了妹妹几句后，也回了出租房。回家后，我拿出魏亮提供的图纸开始研究起来。图纸上被规划拆迁的地方，大部分是一个名叫苍台村的城中村。苍台村总计有300多户村民，居住的大多是上世纪建造的平房，只有少数几家起了楼房。我研究半晌，感觉还是要试探一下苍台村村民的意思。我现在手握1000元每平的单价，但具体是高是低都需要亲自验证。当然，我也不谈，只需从中敲点购买厂子的油水就行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便带着这2天积攒的20多个死士前往苍台村。因为这次工程保密工作做得不错，此时苍台村的村民们还并不知道自家的房子要拆迁了，这也为我的打探提供了便利。我从一些贴在房门上的卖房信息上了解了一下此地的房价，因为是城中村，又不是繁华的市区内，还是平房，所以苍台村的平均房价并不是很高。问过几家，大概都在800到1000每平之间。当然还可以讲价，看得出魏亮手下的团队也是打探过消息。为了确保调查结果的准确性，我想着要多跑几家，但这一跑却发现了一些事。这2天苍台村的房屋买卖疯涨，很明显这是有人提前得知了消息，正在大量囤房。
用于获得拆迁补偿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我皱了皱眉。在没有宣布公告前，拆迁消息都是严格保密的，但能够提前得知拆迁消息，绝对是来头不小的人。其实，就连魏亮在签署项目合同前，也不知晓具体要拆迁的地方。随即我想起一件事，魏亮说过，他签完项目合同后，那个叫王定飞的就缠上了他。那提前得知消息的会不会是这个王定飞？想到这，我便想一探究竟。正当我想通过一间即将外卖的房产，看看来人到底是谁时，一辆奥迪 Q7外加几辆各类的 SUV 施施然的停在了我面前。接着从车里下来一个满脸横肉、脖子上挂着一根挺粗金链子的凶恶男子，后面几辆车也陆续下来不少。凶恶男子下车后便向着我走了过来，走到离我2、3步远的位置，那男人沙哑的嗓音响起：“城西的秦阳，踩过界了，知道吗？”我看着王定飞，眼中金芒一闪，毫不客气的回怼过去：“王定飞，你的消息倒是挺灵通，不过你说踩过界了，我怎么听不懂？什么时候东城区变成私人地盘了？”闻言，王定飞狠声道：“小逼崽子，你敢和我这么说话？别以为弄了高家兄弟你就牛逼了，我知道你是来干嘛的，识趣的把合同交出来，不然在东城这个地界，一块砖头你都动不了。”呵呵，怎么东城区没解放啊？是什么给你的底气敢这么说话？我还真想看看你拿什么让我动不了一砖一瓦。见我态度如此强硬，王定飞眯了眯眼，随后大手一挥，其身后的马仔便快步上前，看样子就想动手。可我身边的死士也不是吃素的，也瞬间将我围在中间，与对方推搡起来。我见此皱了皱眉，知道这样对峙也不是办法，而且说到底王定飞是这里的地头蛇，就算要打我也不能在这，难免会把自己搭进去。随即我挥了挥手让死士撤了下来。死士撤下来后，我也没多说什么，冷冷地看了王定飞一眼，然后带着死士们开车离去。王定飞见此也是松了口气，他虽然是地头蛇，但光天化日之下和别人发生大规模械斗，怕是也讨不到好。当然，王定飞的嘴可不弱，见我退让离开，立即嘲讽道：“哈哈，我还以为多牛逼，原来是个银样蜡枪头，中看不中用的货色。小子，你记住了，有我在一天，东城区你就进不来。”随即，王定飞的手下也是跟着一阵哄笑。上了车，我的神色不变，也没拿王定飞的嘲讽当回事。也是，没人会和一个即将下线的人计较。接着，我对身后座位的2个死士嘱咐了2句，然后在一处拐弯处将2个死士放下车。晚上9点多，王定飞有些跌跌撞撞的在几个手下的搀扶下才喝饭去。很快，几个手下便将王定飞扶进了车，留下一个开车，其余人回去继续喝。而就在手下想要发动车子送王定飞回家时，驾驶室的车窗砰的一声炸响，旋即碎裂开来。紧接着，一道人影出现在碎裂的车窗前。王定飞的手下本就被车窗碎裂吓，还没缓过神，又被一只大手直接掐住了脖子。他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便被人直接从车窗扯出来，然后重重的被扔到地上晕了过去。此时，车子后方同样多出一道人影，人影想打开车门，却发现车门被锁死。有些暴躁的人影直接一股灵力，将整个车门都撕了下来，扔掉车门。人影看着醉成死猪般的王定飞，对着前面的人点了点头，随即一把将王定飞抓起，两人一前一后快步离去。整个过程没有超过1分钟。等到司机被发现时，已经是1个小时之后了。王定飞的手下找了半晌没找到人，无奈之下只能报了警。但帽子叔叔来了后也没啥发现。事发现场比较偏僻，临街的监控又遭到破坏，显然这是有预谋的劫人。王定飞失踪，帽子叔叔开始排查与其发生过矛盾或者冲突。这一查，发现王定飞得罪过的人可真是不少，当然我也在排查之内。一处废弃的厂房，我带着几个死士走进了里，一眼便看到被包的精光、戴着头套的王定飞，其身旁正是我派去抓人的2个死士。我对2个死士点了点头，接着也不说话，从地上捡起一块木方，慢慢走到王定飞身前。此时的王定飞已经醒了起来，听到有人靠近自己，内心万分惊慌，想要喊叫却又被封了嘴，只能不停的呜咽。来到王定飞身前，我脸上露出一抹寒意，举起木方便开始对王定飞身体部致命处进行殴打。2、3分钟过去，我有些打累了，这才将木方扔到地上，拍了拍手走出厂房。随即我点了根烟道：“没人发现吧？”一个执行任务的死士回道：“老板放心，尾巴已经处理干净，绝对不会有人找到我。”我吐了口烟又道：“那就好，以后每天给他上强度，但注意别让他死了。还有，让其把做过的恶事都交代出来，记录下来，等我这边处理完再把他交出去。”交代完后，我开车离开了厂房。第2天早上，我还没醒，外面就传来敲门声。我揉了揉眼睛，起床打开了房门。门外正是2个帽子叔叔。帽子叔叔首先开口道：“你好，请问你是秦阳吗？我们是衙门的，找你了解点情况。”2人被我请进门后，便开始询问我的基本信息，接着就开始问昨天与王定飞是否有过冲突。对此，我自然是承认的，毕竟发生冲突时那么多人看着。一个帽子叔叔问道：“你们是因为什么发生冲突的？”闻言，我老老实实的回道：“因为工程方面的事。我承包了一个工程，王定飞想要从我手里拿走，我不肯，自然就有了冲突。不过我想问一下，是王定飞出什么事了吗？你们要想了解这个人，得找他的朋友，我和他不熟。”帽子叔叔回了一句，继续问道：“这个不需要你知道，我们问你什么打什么就好。你昨晚去了什么地方？有什么人能证明？”我昨晚一直在饭店，饭店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作证。之后帽子叔叔又询问了我几个问题，并让同事进行了核实。确实如我所说的一样，王定飞失踪时，我有着充分的不在场证据，最终也只能让我暂时不要离开 A 市，有事及时沟通，这才离开。早上10点多，我再次来到了苍台村，这次我带的人比较多，为了
测量村内每户人家房子面积。经过王定飞昨天一闹，苍台村要拆迁的消息已经传了出去。既然如此，我直接就大大方方的开始了测量。测量时也为村民报了底价，710平，并补偿一套和平房同等面积的商品房。我给出的这个价格还算是公道，因为此地出售的房子基本都是这个价。但别忘了，那是在没有商品房补偿的情况下。当然，贪心不足蛇吞象，自古有之。有的村民见拆迁拆到了自己家，就想狮子大开口，狠敲一笔。对于这种人，我自是不会惯着，直接告诉对方，这次签拆迁合同是我过来，下次可就是王定飞了。借用王定飞的名声也是我突发奇想，但没想到效果会出奇的好。绝大村民听到王定飞的名字后，想都没想，直接就签了合同。可见王定飞在东城区的名声已经臭到了何等地步。几天后，我终于搞定了苍台村所有村民的合同。此时市政部门也发出了拆迁通告，接下来就等着村民搬迁、拆迁队入场。当然，这些事情的时间要长一些。合同签完后，我便找到魏亮进行结算。村民的钱需要村民搬迁后才会打进他们的账户，但我的钱办完事就可结算。此次征收40多万平，我每平能得到300万，所以总共赚取1.4亿。当我看到计算出这个数字后，也是惊呆了。我是真没想到，一次仅拆迁就让我步入了亿万富豪的行列。魏亮办公室，此时的魏亮看着我，脸上若隐若无的闪现着一股畏惧之色。秦兄弟，咱哥俩交个底，王定飞的事是你做的吧？这几天王定飞失踪，王博都要急疯了。我劝你一句，若是人还活着，就及时收拾，别将事情搞大了。我对此自然是否认的干脆。这种事就算是所有人都知道是我做的，但也坚决不能承认，不然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？谁知道人家会不会在背后捅我一刀？魏亮认真的盯着我看了几秒，发现我眼中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，知道此事绝对是我做的，但我不承认，谁也没办法。对于我赚的钱，魏亮明知我是什么人的情况下，自然不敢赖着。他可不想和王定飞一样成为失踪人口。当然，这笔款也不是一笔进入我账户，需要分3批，最多1个月结清。对此我也没说什么，反正我相信没人敢赖我的钱。走出魏亮办公室，我收到了第一笔款5000万，我内心就一个字：爽。有了钱自然是要消费，此时商城的那几样物品，我可是还一直心心念念着。打开商城，我直接秒了基因缺陷药剂配方、技能升级卡，还有超级化油器图纸3样物品。买下之后，基因缺陷药剂配方和超级化油器图纸变成了黑色，技能升级卡则是还有，不过却改变了价格，一张变成了1亿。回到出租屋，我将超级化油器的图纸给了王立博。身为机械工程师的王立博看了一眼就懂。老板，这东西的制造起来很简单，只要有工具和材料，我现场就能给你造出来一个。我严肃地问道：“技术核心能保密吗？”王立博点了点头道：“没问题，我会增加一款防盗设计，一旦有人想窃取技术机密，内部就会自毁。不过老板，我还是建议您去申请一下技术专利，这样更加保险一些。”我回道：“这个我会去办的，你先好好研究图纸，看看还能不能增强一下产品的性能。等谢宇那边有消息，我盘下场子，咱们就开始生产。”苍台村的事情自魏亮打款后也算结束，我给看守王定飞的死士打了电话，让他们放人。凌晨衙门前，一道人影将一个破麻袋扔到了衙门前，又向衙门门卫扔了一块石头，快速离去。衙门门卫的帽子叔叔被惊醒，连忙起身查看，一眼就发现了在地上的麻袋，感觉不对劲的门卫连忙找来值班的带队官员，几个帽子叔叔这才将麻袋打开。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个已经不成人形的男子，男子的身上还有着一封信。带队人员拿起信打开看了看，里面的内容居然都是眼前这个男子的口供，口供内容可谓是触目惊心，里面包含了一系犯罪证据，其中还涉及几个主要人物。带队人员看完后连忙将信放在了怀里，心里激动万分。谁能想到值个班就有这么天大的馅饼砸在自己头上？至于隐瞒不可能，对方这是调查好了，特意放在自己这个衙门门前。自家大佬可是与这信中的几个人员水火不容，只要将这个案子办好，自己说不定还能高升一级。放好了信，带队人员又连忙让手下拨打120，眼前这个人可不能死，这可是这个案子的重要人物。至于是谁将其弄成这样扔到衙门门前，这个可以晚点调查，其实不查也不是不可以，毕竟看了信，带队人员都有了想砍死王定飞的想法。送到医院，很快王定飞的检验报告就被送了出来。其看着很惨，但外表皆是皮肉伤，而真正让其生不如死是脊柱被打断，变成了高位截瘫，脖子以下以后都无法行动，注定其只能在床上躺一辈子。当然，若是信上的一切都属实，迎接王定飞的还有一颗花生米。王定飞残疾回归被抓，在一定的圈子发生了强烈的震动，有些聪明的开始连夜提桶跑路，可惜衙门的动作很快。第2天便对信上的人开始全面抓捕，一时间东城区的道上开始风声鹤唳，王定飞的小团伙自然也是数百无孙散。其叔叔王博也因为王定飞的口供被审理，一下子不可一世的王家氏就这么被轻而易举的打散。其实王定飞失踪，道上一直就有猜测是我犯的，毕竟白天刚发生冲突，晚上人就被抓走了。世上哪有这要紧的事？但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就连帽子叔叔都无法认领，道上的人自然也说不出个1、2、3。只不过王定飞王家倒台之后，我在道上的名气又拔高了一大截。1周后，死士刷新，我手下再次增加了一个3级死士。3级死士马军，技能药剂学大师，研究药品成功率增加50%。我现在可以确定，系统是真的是拿我当亲儿子。刚刚拿下商城的机械图纸和药剂配方，2个负责这2个方面的专家就被送了过来。之前对于基因缺陷药剂，我还有些忐忑是否将其现在就研制出来，毕竟阻力有些大。但看到系统将人才都送来，
我也顺从了本心，于是我连夜就查询 H 市哪家制药厂濒临倒闭，打算直接入手一家，这样就方便申请药物许可证之类的证件。很快我就盯上了一家中型制药厂，名为 H 市第3制药厂，现在正在挂牌出手。于是我联系上次收购安保公司的律师滕涛，以450万的价格顺利拿下第3制药厂。随即我带着王立国和马军来到了药厂。王立国检查了一下药厂原本的机械设备，老板，这些设备保养的还算不错，我可以编写一套程序对其升级，设备暂时不用换。我点了点头，创业初期该省还是要省的，这些老旧设备现在不值什么钱，但想要重新购买一批，那花费可就高了。接着我给马军留下了50人，然后给了其一笔采购费，让其先将实验室搭建出来，用于基因缺陷药剂的研发。药厂方面先由其负责。忙完这些已经到了中午，我返回鸿宾楼吃饭，饭桌上我边吃边问秦月道：“我这段时间忙，还没问你们这几天怎么样，吃不吃得消？”秦月笑嘻嘻的回道：“挺好的哥，那些男服务员对我们很照顾，干活都抢着干。”其余几女也是连连点头。我回道：“你愿意干就干着，啥时候要有更好的发展，你们想离开跟我说一声就是。”是这样的，下午我没事打算领我妹他们出去玩玩，你们要是想去也可以跟着。几人也不客气，纷纷表示同意。下午我开车载着几个丫头先去了欢乐谷。正值假期，欢乐谷人山人海的，我和几个死士将几个丫头围在中间，带他们体验了一些娱乐设施，像旋转茶杯、旋转木马、水上滑梯等等。几个丫头玩得大汗淋漓。等众人玩完返回鸿宾楼时，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。吃完饭，张雅提议晚上去 KTV 唱歌，得到了几个小姑娘的一致赞同。我对唱歌无感，就说给报销，让几个小姑娘自己去玩。我走了一下午，感觉怪累的，就躺在了办公室的沙发休息，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。直到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，才将我吵醒。我看了看来电是妹妹秦月，连忙坐直身体接了起来。刚一接通，我就听到秦月的哭声：“哥，我们遇到麻烦了，他们不让我们走。”我闻言疼的一下就站起了身，连忙向外走去，召集了在店里忙活的10个死士，急匆匆的赶往旁边的9天 KTV。这个时候我也没了理智，抵达9天 KTV 后，带人就直奔2楼包房。KTV 1楼的安保和服务员见10几个大汉面露凶恶的冲进来，哪里敢来，连忙给自家老板打去电话求援。当我抵达 KTV 2楼后，一眼就看见了7、8个男女，正将秦月几人围在走廊尽头，周边还有一群看热闹。我连忙走过去，死士开道，将走廊上的人通通扒拉到一边，有人还看不清情况，开口咒骂。迎接他的就是一记铁肘，当场就不再言语了。我走到近前，这才发现秦月几个小姑娘的头发凌乱，脸上还有着清晰的指印，显然是被打了。秦月看到我，瞬间就扑到了我怀里，开始大声的哭了起来。还没等我问是怎么回事，一个头发金黄的女子就出言不逊：“几个骚婊子，这是找人啊？就你们会摇人啊？”我皱了皱眉，一个死士立即上前就是一记耳光，当即将这个女人扇倒在地。金发女人的同伴见此想帮忙，瞬间10几个拳头就落在他们身上，这几人立即变成滚地葫芦一般倒在了地上。我安慰的拍了拍秦月的后背，别哭了，说说怎么回事。秦月抽泣着回答：“我们开始玩的挺好的，包厢有点热，于是雅姐和圆圆姐就要去1楼拿点冰淇淋，谁知道被那几个家伙拦住，非要雅姐和圆圆姐去他们包厢喝2杯。雅姐和圆圆姐不去，回到包厢想带我们离开，然后这几个人就堵住了我们不让走，还说我们看不起他们，接着突然就对我们大打出手。我的脸色本就不好看，听到缘由后脸色变得更黑了，随后指挥死士道：“把这几个人带进包厢。”接着又对一个 KTV 服务员道：“把你们老板叫来，就说秦阳找他，10分钟内来不了的话，这家店也没必要开了。”说完，搂着秦月带着张雅几人也走进了包厢。进入包厢后，我对着几人叫骂道：“一个个都给我排队跪好！马德喝了点马尿，真当自己是天王老子。”死士们闻言，对着拖进来的几个人一阵踢倒，让这群人乖乖跪好。刚刚还嚣张的金发女人此时也不叫嚣，这种情况谁是狠角色一目了然。当然跪好也不行，不是能欺负人吗？我今天也让这几个人尝尝挨欺负的滋味。接着对着包厢地上的几箱啤酒，不是喜欢喝酒吗？今天我让你们喝个够，去找服务员再来50箱，喝不完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。几个惹事的人互相看了看，脸色被吓得煞白。见主人不喝，我拿起一瓶酒对着一个男的脑袋就砸了下去，砰的一声，酒瓶碎裂，挨砸的男的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。我再次拿起一瓶酒道：“喝不喝？不喝也行，老子请你们的脑瓜子喝。”见状，几个人哪里还敢反抗，迅速的起酒开始喝了起来。我们一群人就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喝，一时间包厢内全是咕噜咕噜喝酒的声音，直到一声门响，众人才将目光看向房门。房门被打开，一个中年男人带着几个服务员走了进来，男子脸上带着笑容，谦恭的道：“原来是秦爷来了，李人周波是9天的老板，刚才的事是周某招待不周了。”我斜眼看了对方一眼道：“周老板，这可不是我随便找事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我几个妹妹就是在你这唱个歌，居然能碰到流氓猥亵，而且你家的服务员还冷眼旁观，啧，今天的事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啊！”周波也不辩解，就是不断的道歉。见其如此，我也就没了和其较真的心思，于是道：“那你说今天这事怎么办吧？给我个章程。”周波试探着回道：“秦爷，我愿意赔偿，每人1万，用来赔偿这几个姑娘的精神损失。”闻言，我对着秦月几人问：“你们看怎么样？”几个小姑娘现在都被惊呆了，她们一直以为我只是个饭店管理，没想到我的能量如此惊人。9天 KTV 可不是小店，内部几10个包房，还位于大学城美食街这种寸土寸金的地，整体投资下来不下于几千万。但就这么一个身家差不多过亿的豪宅，却在我面前卑躬屈膝，还称呼我为秦爷，这种场面几个小姑娘哪里见过？最后还是张雅和
留言大一些，也不想我将场面弄得太大。于是张雅道：“杨哥可以了，我们几个也没受到太大的伤害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对着周波道：“你要庆幸我这几个妹妹今天没出什么大事，不然真当我秦阳是泥捏的。”周波擦了擦额头留下的冷汗道：“是，秦爷，以后我一定加强管理，保证不会再出这种事。”如今在西城区，哪家夜场的老板没听过秦阳的大名？毕竟能开夜场，多多少少都和道上有些关系。高家兄弟和王定飞的下场，现在还历历在目。接着，我将目光看向几个罪魁祸首，几人现在还在喝着啤酒，不敢停，一停就是一瓶啤酒砸在脑袋上。此时，这几个人听到我和周波的对话，也知道自己等人撞在了铁板上。接着，我对着一群泼皮说道：“你们几个记住我这张脸，我叫秦阳，秦始皇的秦，太阳的阳，想要报复随时欢迎，不过再落到我手里，我会让你们比现在还惨。”说完，我又转头对周波道：“周老板，这里交给你了，我就先走了，我不希望有什么后续问题，你明白吗？”周波连连点头，明白，我一定让此事到此为止。随即，我这才带人离开。等待我们这一行人离开后，周波这才让人将那几个人扶了起来。你们有什么想法？报警！几人没有作答。周波继续道：“那人叫秦阳，是真正的道上人物，你们惹谁不好，还敢惹他的妹妹？奉劝你们一句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。当然，你们想报复我也不拦着，不过我这里只会提供你们欺辱秦叶妹妹的监控画面，之后的监控我是没有的。还有，你们应该庆幸没犯什么大错。高家兄弟你们可能不认识，但可以去打听打听。那是西城区一霸，现在呢，植物人这辈子都得躺着。你们不想和其一样，就老老实实回家，把今天这事忘了。言尽于此，你们自己选。”几人闻言互相看了看，这还有什么选择？报警，证据都是偏袒我的，说不准到最后受处罚的是他们。自己报复，人家本就是西城区地下世界的豪强，玩手段，他们加起来都不是对手。这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回答：“我们不会报复，不会报警。老板，还请把我们送去医院。”闻言，周波笑道：“这就对了，不然你们的麻烦远不止于此。行了，我这就叫人送你们去医院。不过以后出门在外收敛点，别喝点酒就天不怕地不怕。这个社会你们惹不起的人多了，不是有点小钱就能摆平的。”回到红冰楼后，秦月小声问道：“哥，为啥那老板叫你秦爷，而且还很怕你的样子？你是不是加入黑社会？”我轻轻拍了一下秦月的额头，笑道：“嘿，你个大头鬼，你哥我是做正经生意的，大人的事小孩少打。”说完，我转身离去。我走后，几个丫头开始活跃起来，纷纷猜测我到底还有什么身份，竟然让那个 KTV 老板那部位去。可惜猜了半天也猜不出个所以然。张雅嘀嘀咕咕地说道：“杨哥今天真是太帅，我要是有这么个男朋友，绝对安全感爆棚。”顿时几女的目光都看向了张雅，张雅脸色瞬间变得俏红。接着几女却纷纷赞同张雅的想法，尤其秦月的几个同学也同样露出了花痴脸。接下来几个小丫头谈论的话题开始逐渐歪楼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又过了几天，我托谢宇找的机械加工厂也有了下文，同样是个中型加工厂，之前做的也是关于汽车的零部件订单。对于这点我十分满意，因为这些加工设备刚好与自己要生产的东西契合。于是我忍着肉疼花费了1000万将厂子谈了下来。有了厂子，王立国也有了用武之地。其来到厂子当天，就将所有的机床设备升了级，经过其手的设备，无论是精度还是速度都上了不止一个台阶。设备升级成功后，不到1下午，王立国便将超级化油器的成品制造了出来。我看着眼前不大的玩意儿，听着王立国介绍：“老板，这就是我根据图纸制造的超级化油器，而且其实通过我升级设备所制造，精度要比原图纸更上一层楼。据我估计，已经可以达至图纸上所描述的100公里耗油2升的目标，可能还会更省。而且我还在内部零件中加了几个后门，一旦人为拆卸，内部构造就会改变成普通版化油器，核心技术绝对不会外泄。”我点了点头道：“做得不错。那这玩意儿的成本价是多少？”王立国想了想，这东西就耗费一些材料钱，单个成本在33元左右，等到量产，成本可以控制到25块以下，那还不错。现在汽车大多使用电喷，电喷较比传统的化油器在省油上会好一点，并且好启动，但缺点也十分明显，那就是动力比使用化油器的车弱，而且车子的公里数越高，后期的维护成本也就越高。而普通化油器的优缺点也十分明显，缺点是费油，优点则是动力强，维护简单。如今我厂子产的化油器也可以说是电喷的升级，比普通电喷更省油，并改掉其动力弱的毛病，而且后期维护却像普通化油器一样简单省钱。产品有了样品，接下来便是卖出去，让人接受这项新产品。不过这也是我比较头疼的点，想要说服汽车厂使用化油器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这属于一种技术的退步，而且我也不认识啥汽车厂的老板。这几天我想了想，想要将产品推销出去，还得去找魏亮。魏亮虽是做房产建筑，但其人脉可不是我所能相比，说不准就认识什么车企的老板，想做就做。随即我就给魏亮打去了电话：“魏总，我有个事想麻烦你一下，你认不认识什么车企的老板？我想拜访一下对方。”魏亮想了想道：“不好意思，秦兄，我还真不认识这类企业的老板，不过这事你可以找周康，他家在咱们市的长城汽车厂有些款，不过不多，但想必约个人还是能办到。”我闻言道谢道：“我知道了，那多谢魏总。”挂断了魏亮的电话，我又给周康拨了过去，将想邀约长城汽车厂老总的事和周康说。周康犹豫了几秒，行，我这边问一下王总什么时候有时间，然后回你信儿。好的，多谢。挂断电话不久，周康就给了回信。那个王总卖了周康一个面子，
明天早上9点会在公司接见我，让我到时候直接过去就行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带着王立国等几个死士来到了长城汽车厂，在一个门卫的指点下，我来到了总裁办公室门前，我让其余人等着，自己则是带着王立国走了进去。长城汽车厂的总裁叫王健，是一位长相有些儒雅的老人，见到我时也是十分的热情，语气握手，十分的客气。入座后，王健率先问道：“不知秦总今天找我何事？”我这应该是第一次见秦总吧？我颔首道：“是的，王总，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寻求与长城汽车厂的合作。我手下的机械工程师无意间发明了一款超级化油器，这款化油器的效果十分精准，所以这才冒昧打扰。”王健闻言愣了愣，然后便委婉的拒绝道：“化油器，秦总不知道现在的车已经不用这种过时的产品。恕我直言，我想我们没有合作的可能。我们厂如今使用的都是进口的电喷，若换上化油器，那不是技术的倒退吗？”我怕王健拒绝态度坚决，连忙说出超级化油器的优点。王总，我自然是知晓电喷的好处的，但我们厂的这款超级化油器与传统的化油器不一样，它可以说是电喷技术的升级。这款超级化油器不仅比电喷技术更加省力、更加环保，后期维护也是和传统化油器一样便宜。最关键的是，它的价格也与传统化油器一样便宜。王健听完后不相信的回道：“秦总这么说可就过了吧？化油器的好处我也知晓，但其淘汰原因就是费油、环保水平不达标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还请你拿出实物来验证一下。”听到这，我感觉今天的推销有戏，于是笑道：“王总，样品我已经带过来了，没有实物我也不敢上门打扰。事实胜于雄辩，您现在就可以安排测试。”见状，王健点了点头，当即调来了一辆老款的长城汽车，这车就是使用化油器的，而不是电喷。王健本想让自家车厂的工程师将超级化油器更换上去，我却阻止了，然后给了王立国一个表现的机会。王立国得到指示，没用几分钟就将超级化油器更换上去，并做了最佳调试。王健看到王立国的表现，夸赞道：“秦总，你身旁这师傅不错啊，手脚真麻利。”我回道：“王总，这是我们厂的大师傅，超级化油器就是他无意中研究出来的。说起来，他和你还是本家呢。”王健笑眯眯的点了点头，随即测试开始。先是测试油耗，一个车厂的工作人员进入汽车，开始在专业的场地进行测评。因为测试时间较长，王健便邀请我去附近的凉亭进行等待。时间一晃而过，很快，王健的助理白雪便激动地跑过来：“王总，测评结果出来了，100公里油耗1.7升。”听到白雪的汇报，王健腾的一下站起了身。作为一辈子和汽车打交道的他，就是太了解自家车是什么状态，这才被惊到了。随即，王健抢过白雪手中的测评本，上面罗列了不少车子刚测出的情况。最后一行的100公里油耗却是极为耀眼。王健看完后闭上了眼，心中默默计算，刚刚测试的那款老车，以前使用普通化油器的情况下，100公里油耗是8升左右，更新迭代后采用电喷，100公里油耗也在4升。如今油价为7元每升，使用电喷的情况下就是每公里2毛8，这还是汽车排量小的变化。若是排量大，每公里能达到4、5毛，但用了超级化油器，每公里才合1毛1，这个价格和纯电车相比都能一较高下。瞬间，王健脑海有了无数的可能。当王健睁开眼后，对白雪说道：“继续测试，安排大排量的车测，我要所有排量车型的油耗情况。”接着，王健又看向我，此时他的脸上多出了灿烂的笑容。“秦总，不好意思，我之前还以为你是逗我的，没想到您能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。这样测试还需要耽搁一些时间，秦总不要在意，晚上我做东，一定要和秦总多喝几杯。”下午5点多测试结束，当然反馈的消息是好，即使是排量最大的车型，100公里油耗也才2.1升。用王健的话来说，他就没见过这样牛逼的化油器，产品好自然会得到青睐。王健当场就下了1万订单，单价每个300元，这个价格取得是市场中间值。长城汽车厂是我第一个拿下的订单，等到其他车企找上门来，到时候再加价也不迟。王健这1万的订单也是用来试水市场，毕竟东西虽好，但没有市场的检验，一切都是空谈。又过了几天，马军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，药物实验室已经建立起来。马军起早贪黑，终于搞定了第一支基因缺陷药剂。对于基因缺陷药剂，我的重视程度远比超级化油器高，因为两个东西的产生的影响根本没有可比性，一个仅仅是省些钱，而另一个却是救命的东西。制药厂实验室内，我手中拿着一管淡蓝色的药剂，正反复的观看。当然，我也看不出个所以然，只是单纯的喜。因为眼前这管药剂可以为我带来巨大的利益，就算建造一个商业帝国也是小意思。我看了良久，这才不舍得将药剂还给了马军。接过药剂，马军解释道：“这款药剂需要临床试验，需要到药监局去报备，总共需要3期试验，得到大量的试验依据才能申请入组。注册评估成功后，获得批准才能制造上市。”我点了点头回道：“那就以第3制药厂的名义去报备，药剂的名称需要改一下，就叫高药剂。对了，药物的核心配方不会泄露的。”马军解释道：“不会的，老板，这款基因缺陷药剂需要几十种药物一起，按照定量的比例才能制成。若没有比例配方，几十种药物可以拥有无数的组合，这根本不是人为可以破解。那就好，告诉其他人一定要保护好配方的安全，因为第3制药厂是老牌制药厂，所以药监局那边批复的很快，可以进行临床试验。”接着我便立即开始联系试药人。回到鸿宾楼，我坐在办公室的老板椅上，打开了短视频平台，在搜索栏打上抗病魔主播，随即大数据搜索开启，我的手机上多出许多正在抗击各类罕见病的博主。接着我挨个点开看了看，其中癌症的最多。其实癌症也是一种基因病，是由基因突变引起的，而但凡是基因病，基因缺陷药剂皆可有效的抑制和治愈。但癌
癌症这块蛋糕实在是太大，这个世界的靠着癌症生存的医药公司数不胜数。我这边要说能直接治愈，怕是第2天就会有无数的人找上门。留给我的选择只有2种，一是分走大部分利益，自己喝口汤；二是死命硬扛。虽然自己有着系统，但现在也就是羽翼出风，远远达不到天不怕地不怕的地步。这个世界一旦利益达到一定程度，黑暗程度远超出人们的想象。这也是我看到癌症患者陷入沉思的原因。我本想用一个商人标榜自己，不要妇人之仁，但看到手机上那些许许多多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样的病人，我终究还是心软了，叹了口气，心道：算鸟算鸟，遇到本大爷算你们命好。接着我随即打开了一个粉丝超过300多万的抗癌博主。初次试药，我打算只选取10个人，选择粉丝多的也算是我的私心吧。粉丝多代表流量大，一旦这种大流量的博主被我治好，可以为药剂更好的扬名。这位博主艺名叫做咖啡，得的是直肠癌，已经化疗了8次，有家族遗传史，已经是癌变晚期。随即我给博主发去了私信，内容很简单：我公司研制了一款抗癌药品，可以大幅度抑制癌细胞，现在需进行临床试验，征集癌症患者试药。恭喜博主被我公司选中，有意向可以私信回我，报销往返路费与食宿，给自己1次机会，万一是真的呢？接着我开始选下一个试药人，这次选的是一位100万粉丝博主，不过生病的不是他，而是他的妹妹，一位患有先天鱼鳞病的患者。这种就是典型的基因缺陷，一般患者根本活不到成年。博主艺名叫小懒，生于普通农村家庭，家中世代务农，自妹妹得了病后，父母花完积蓄也不到医疗费的离谱。接着我用同样的话给对方私信留了言。就这样，我带着酸涩之感继续挑选剩余的试药。一间昏暗的出租屋内，一个消瘦的小姑娘正躺在床上忍受着病痛的疼，身体实在太痛，痛到小姑娘想要自我了结，但想到刚刚看到手机上的留言，小姑娘打算再忍忍，或许那个留言的人真能救她。小姑娘名叫李安健，她是一个从出生就被父母抛弃的孩子，在孤儿院长大，15岁就步入了社会，因为年龄太小，打工都没人要她，最终是一对开饭馆的夫妻雇佣了她，包吃包住，没有工资。没过多久，因饭馆生意不好倒闭了，李安健只能再次开启了找工作之旅。那些日子没人知晓她是怎么熬过来的，睡过桥洞、大街，用的是廉价的卫生巾，吃饭都要精打细算，生怕明天没东西可吃。就这样，她终于熬到了成年，本想着长大了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养活自己，但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专找苦命人，一次腹痛的厉害，李安健去医院检查，被查出宫颈癌晚期。这个花季少女这次真的不知所措，花钱看病可以延长寿命，这是常识，但问题是她根本没有钱，就连亲人都没有，这样的她只能等死。就在今天，她彻底放弃了治疗，接着花了25块钱去理发店让理发师给她画了个美美的妆，然后买了一个小蛋糕，打算圆自己一个生日梦，最后想无声无息的死在这个狭小的出租屋内。吃过蛋糕，李安健便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用一个手机特效盖住自己憔悴的面容，然后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了下来，并传到了网上。也许是老天爷真的开了眼，其所述的很快引起了网友的热议，有怀疑的，有同情的，有想要捐款的，很快就将这个视频顶到了热搜。如此，我正在筛选试药人时看到了这个姑娘，然后给了一份试药邀请。与此同时，陕省安市的一户人家，2个体态消瘦的男女正彼此依偎着，他们正在商谈着今天网上那份留言的真实性。很快，男子做出了决断，道：去，我们明天就出发，不就是试个药吗？反正咱俩也是等死之人，若是真能一直活下去更好，治不好也没什么损失。女子温柔地回道：当家的，我听你的。2日后 ，H 市火车站，我带着几个司机此事开了3辆车来到接站口。这2天，我发出的留言陆续得到了回复。对于这些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人来说，我这份留言无疑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，自然没有人会拒绝。为了方便，我让他们统一今日来 H 市。另一边，我也将这10个试药人的住处安排好了。一直过了大半天，我终于将人接齐了，总共12个人，10个大人，2个小孩。这些人见到我都十分恭敬，我让大家放松，然后带着众人先去了宾馆安排好，接着又带着众人去了鸿宾楼吃饭。吃饭时我安慰道：大家不必担心，我公司出产的药品，即便无法彻底治愈你们的病，也一定会抑制的。不过这个过程需要的时间比较长，大致需要10个疗程，所以还请大家耐心一些。那对夫妻中的男子率先回道：秦总太客气，您能让我们过来，我们已经十分感激了。我们说句实在的，现在的状况就是在家等死，不管能不能抑制住疾病，我们都十分感谢您给我们这次机会。您放心，有什么需求我们一定竭力配合。其余人见此也纷纷附和。我看了看众人的神态，感谢都是发自内心的，感觉自己的眼光还算不错，没遇到那种不可理喻的人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患有直肠癌的咖啡突然小声问道：秦总，这次出来看病，我和我的粉丝们约好了，每天都会直播让他们知晓我的情况，不知道直播会不会对您有影响？若是有的话，那我就取消这个事。众人闻言再次都看向我。其实不只是咖啡，这里在座的基本上都是抗病网红，也是广大网友每日的鼓励和资助，才让他们挺到今天。日常直播和网友们报告，基本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日常。他们这次过来也有直播的意思，但又怕影响到我，所以一直没敢问。既然咖啡问了，他们也想听听我的意思。我笑了笑道：在这里干什么是你们的自由，我这边都不会限制。其实说起来，我还挺喜欢看见你们将注射药剂后每天的情况直播给网友。我们公司研制这种基因药剂，始发点就是为所有的病患解除病痛。不过因为公司名气较小，没什么影响力，这也是我邀请你们这些知名度较高的抗病网红来的原因。其实你们直播我还挺期待的，我对我们公司研制的药剂可是有着充足的信心。你们若是在网友的观察下一天天变好，这本就是一个十分成功的活动。
听得我同意。众人脸上露出喜色，既然我敢让他们直播，那就说明我不是骗子。相反，这次的试药真的可能是他们命运的转折点。众人也对明天的试药有些期待了起来。第二天早上，我醒来，看着眼前又多出的13条大汉，有些无奈。手下增加是好事，但每天凌晨都刷新在他面前就有点不满。对于这个情况，我也问了系统，破天荒的给了解释，只有系统升至4级，我才有指定死士降临地点的权限。现在没升级也只能忍受了。好在我对现在的情况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今天刷新的是13个死士，说明又过了1个星期，又有一个3级死士降临。我打开3级死士的信息，3级死士江波，技能中医，大师级，诊断病情成功率增加50%。看到是个会中医的死士，我眼睛一亮。众所周知，中医可是十分难学的，一般有所精通的中医年龄都很大，但中医就是这样，需要时间去磨砺，何况还是个大师级的中医。根据系统的尿性，我感觉江波的医术应该不下于东大国内的国手。有这么一个老中医在，日常有什么病也方便不少，而且也算是系统为我安了个警报器，有病了，江波会提前看出，并且治疗，安全性增加不少。随即秦阳便将江波安排成自己的随身医生，至于其余死士，则是按照技能进行分配。如今我有了2个场，对于死士的分配就简单多了。上午9点，我带着咖啡等人来到第3制药厂的实验室。对于临床试验，我是很重视的。本来想邀请几个市医院的医生以防不测，但有了江波，我自然更信系统的能力，于是也就没再请。随后在我的吩咐下，将每支基因缺陷药剂分成了10副，用于对试药人的注射。对此倒不是我不大方，虽然对系统的产品有着充足的信心，但药量的大小本身就是试验的一部分，到最后看药量的效果来最终确定每支药的药量。再有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，注射药剂的过程很平静，虽然每个试药人多少有些紧张，但注射之后身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，这让大家松了口气。接下来便是观察药效发作后的效果。时间转眼又是1天，李安健自昨天注射完药剂后就一直有些紧张，躺在病床上，因为过度紧张，连自己什么时候睡着都不知道。但其醒来后却有一个惊人的发现，他发现自己这一觉睡得特别舒服，他已经好久没体验过一觉睡到自然醒的感觉。之前因为患病的原因，其身体总是持续不断的疼痛。随着病情的加重，现在不服用止痛片根本就睡不着，而且即便服用止痛片，因为产生了抗性，一旦止痛片的药性一过，他便会被活生生的痛醒。但现在不服用止痛片，身体的疼痛减轻，这明显是身体在向好的方面发展。随即李安健脸上露出惊喜之色，连忙从病床上起身，想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其他人。但当其走出病房，来到马军所在的办公室外时，却发现其他所有的试药人都来了，而且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有着惊喜、做梦一般的表情。李安健试探着问道：“你们都发现了？”众人连忙点头。其中那对患病的夫妻中，丈夫说道：“有救了，秦总的药剂真的有用。我和我妻子好久都没睡得这么舒服，而且今早醒来，我们能清晰地感觉身体轻松了许多，好似癌细胞正在减少一般。”就在这时，马军从办公室走出，手里拿着一叠报告，微笑着说道：“你的感觉对了。昨晚你们睡着之后，我们实验室对你们的身体进行了检测，通过观察发现，你们身上所患的病因正在被逐渐抑制，稍微轻一些的病灶也有缩减的表现。这说明药剂对你们的病的确有着克制的功效。”被马军确定后，一众人皆是喜极而泣。真的，我的感觉居然是真的，太好了！我们真的有救！天知道，他们每个人每天都要与死神博弈时，心里所承受的压力。一个人突然死了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那种等死的绝望。待到大家发泄完，马军继续说道：“好了，既然大家都知道自己有了活下去的希望，我希望大家每天都保持一个好心情，好好配合试验，等到最终痊愈走出这里的那一天。对了，你们要是直播，先不要说出我们公司的名字，因为现在药剂还没有真正的生产，告知外界也只是让别人徒增烦恼。当然，等哪天能说了，我会告知你们。”众人闻言，连忙七嘴八舌的表态道：“谢谢马医生，我们会有分寸的。”“是的，我们保证不会现在说出去。”马军点了点头，接着让大家先回去。试药是3天1针，再不试药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。对于马军的话，众人现在可不敢违背，毕竟救命稻草就在眼前，谁傻了才会去得罪这种掌握自己生命的？待众人离开后，马军返回了办公室，一进门便对坐在沙发上的我说道：“真没想到，稀释了1/10的药剂还有这般效果，一夜之间能让这些在死神门前的人发生这么大的变化。”我惊叹地说道：“马军，你说这要是一支完整药剂，会不会直接让他们痊愈？”马军老实回道：“老板，没那么夸张，即便是一支完整的药剂，也要慢慢的对身体输赢。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晚期患者，不是一时间能够治好，不过会加快他们治愈的速度是肯定的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接着道：“行了，你就暗示给他们继续注射这种剂量就行。不过以后若是生产，还需减轻剂量，有时候药效太好也不是什么好事。”另一边，众人回到各自的病房后，那种喜悦简直溢于言表。就像咖啡回到病房后，就连忙拿出了自己的手机，打开了直播。咖啡是100万粉丝博主，在抗病网红中人气极高。他一开播，很快就有网友陆续的走进了直播间。不到5分钟，直播间的观众就已经达到了4、5千人。咖啡对着摄像头微笑的对直播间的观众打着招呼，随即有网友开始评论：“咖啡，你不是去治病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又直播了？你要好好休息，配合医生治病。”
不要任性，有空的时候更新一下动态，让我们知道你的状况就好。是啊，咖啡宝宝，我们虽然很想你，但治疗才是大事，你不用迁就我们的。哎，不对啊，你们不觉得今天咖啡的状态很好吗？脸色比前几天直播好多了，难不成有好消息要告诉我？咖啡看着公屏上的弹幕，随即微笑着回道：宝子们真聪明，我的病情确实好了不少，不过不是遇到了神医，而是使用了一种最新研制成功的药品，这个我要和宝子们道歉。其实前2天我发作品说去看病是骗你的，其实我是参加了一个试药活动，这是一款新研制的抗癌药品，我本打算带着试一试的态度过来，没想到只是试验了一针，就给了我天大的惊喜，于是我迫不及待的要和你们分享。咖啡的话传至观众的耳朵，不亚于一声炸雷。要知道，咖啡可是癌症晚期，以现在的医学技术无法给予有效的治疗，连抑制都做不到。而现在咖啡却说，如今有一款新药品可以治疗癌症晚期患者，这真的很难让人相信。随即公屏上出现了许多质疑声，话里话外就是说咖啡可能被骗了，说不定是这个药品中带有强烈的止痛亢奋精神的元素，例如肾上腺素就能做到。对此咖啡也没做解释，是不是真的他自己的身体他才是最清楚。除了质疑声，再就是求药了。像咖啡这种抗癌博主，许多关注他的人本身就是患者或是家里有癌症患者，他们关注咖啡的目的也很简单，一是抱团取暖，看到咖啡即便是癌症晚期也依然坚强乐观的活着，给予激励他们对抗病魔的勇气；二是了解消息，比如哪个新药好用，或者是哪里能做最好的手术，这些对普通人很难的问题，对于咖啡这种大博主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。见咖啡仅用了1针就有了如此明显的效果，而那些尚在与病魔做斗争的患者又怎么可能不听？因为答应过马军，咖啡自然不会现在就说了。所以回道，宝子们先不要急，因为药品是新研制的，现在还在临床试验阶段，咖啡也是被选中成了试药人才能优先服用药品。不过大家放心，试药期限总计是10个疗程，每次3天，总计需要1个月的时间，所以大家先不要急。咖啡现在是个探路人，我在每个疗程之后都会开启直播，与大家分享我的状态。咖啡若真的能够抑制或治疗成功，咖啡保证会将药物的名字告诉你，等我再跟药品的生产商混上，说不准还可以优先申请或是给你们打。总之，宝子们还是耐心等一等。见咖啡解释的这么清楚，那些求药的患者终于不再闹腾。之后，咖啡不再说病的事，而是开启了其正常直播内容。转眼又过了1周，再次刷新了一个3级死士。3级死士赵志，技能策划师大师级，策划项目成功率增加50%。我看着赵志的信息有些发懵，在我印象中，策划是一个职位，没想到还是个技能。带着好奇，我叫来了赵志。通过了解，我才明白，赵志策划师这个技能在古代也可称之为谋士、军师。说白了，可以将赵志看作一个顶级职业经理，天生的 CEO 料子。明白过后，我露出笑容，还是系统懂我。赵志这边先是了解了一下我的大致情况，随即问老板，在发表意见前，我能了解一下您有多大的志向？我想了想，突然笑道，既然有了系统，我自然想越强越好。网上不是有段子，我的目标就是以后上桌吃饭，任何人都不敢转我的桌子。呵呵，老板这个目标看似简单，其实也是最难的。想做到这种程度，要看老板与什么地位的人相处，地位低于老板的自然就不敢转桌子。但要知道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不过老板有着我们托底，这个目标还是有很大希望实现。现在我们这些人将以这个目标为老板服务。老板，接下来我将给您提出一些建议。首先，我们先要注册一个集团，将您所有的产业全部包含进去。接着，每个产业都需要加强，就像鸿宾楼，鸿宾楼近段时间的生意都很不错。而我们的有厨艺的2级死士现在已经积攒了10几人，仅一个鸿宾楼已经不足以让这么多大厨创造价值，所以鸿宾楼开分店是大势所趋。其中盒饭生意也可以继续做，其可以当做鸿宾楼的分支行业。2是建筑行业，我看了看书面记载，咱们的人现在都在别的工地四处打工，其中大工就有近20人，这么多的大工连带着1级死士，已经可以成立建筑公司了。您又与房地产商有关系，接活应该不在话下，所以成立建筑公司也是迫在眉睫。3是扛楼队，我看了看，发现扛楼队的生意并不是很稳定。其实我们可以成立一个搬家公司，以我们1级死士的能力，用不了多久，肯定能在这个行业大放异彩。至于制药厂和机械制造厂，直接并入集团即可。这2个产业未来也将是集团的支柱产业。安保公司也要继续扩大，这一行想要出彩，就必须要有过人的战绩。所以老板，您要发动您的人脉，找一单难度极高的大单来打响我们的旗号才行。还有就是，老板您有些太过依赖我，其实产业当中也可以招收一些外人，这样虚虚实实才能更好的隐藏自己。听完赵志的见解，我有种恍然大悟之感，心中暗赞，不愧是系统给的人才，给力。索性我当起了甩手掌柜，直接任命赵志为即将成立的秦氏集团 CEO， 让其按照自己的想法全权处理。赵志对自己的信心也是十足，当场承诺会以最短的时间将事情办好，不辜负我的期望。我这边虽说当起了甩手掌柜，但也没忘了赵志的话，想要为安保公司找一单大单。好在业界打响名头，但大单又岂是那么好找？尤其是在东大这种异常安全的国家。我打听了许多上次拳赛上相识的老板，但都没啥收获。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，周康给打来了电话。接通了电话，两人先是寒暄了几句，提起正事时，周康变得有些吞吞吐吐起来。我便道：周总，你有话就直说，不必如此。你说过的，咱们是朋友吗？听到这话，周康咬了咬牙，索性就全盘托出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周康有个堂妹在东南亚被当地的匪徒给绑票，对方向人质家属索要赎金。
若是在规定的时间前不到，对方就要撕票。钱对于周家这种家庭当然不是问题，问题是若是绑匪收到钱却还要伤害人质，这是周家无法接受的。当然周家也报了警，但那边的帽子叔叔和国内的却不一样。周家在那边又没有势力，无法影响到对方，所以周家只能自己想办法解救人质。今天他是看到死尸保镖，这才想起了我，想着秦阳有安保公司，就想问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。对于周康，我肯定是想交好。通过魏亮，我知晓周家不仅有钱，在官面上的影响力也是很大。周康的二叔与那天我请吴先生就是邻居，所以我只是略微思考一下，就准备帮周康这个忙。当然，我也是有底气的。在每天刷新的2级死士中，真还有应对真正战争的人才。这几个人现在就是我的保镖。2级死士王朝，技能特战精通级，战斗能力增加30。2级死士张龙，技能特战精通级，战斗能力增加30。如此人才我有6人。随即我对周康说道：“周总，你的意思我懂了。我这边确实有几个应对这方面有经验的人，但你应该清楚，人家是凭本事赚钱。”我话才说了一半，周康就懂了，连忙回道：“秦总，我明白，钱的事根本不就是问题。这样，只要你的人能把我妹妹安全的带回，我出1000万。当然，若是真的有了什么不测，我也希望死要见尸，价格同样不变。最悲观的情况下，这次任务费用我也出500万。”闻言我回道：“好的，周总，这件事我替他们应下，即便人找不回来，我们同样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不过人过去的话，还需要你家里的一些辅助。第一是要有个可靠的翻译，第二是找个落脚的地点，第三是我们要你妹妹失踪前的所有情况。”周康见我答应下来，连忙感谢道：“谢谢秦总，您说的这些事请放心，我这边都会安排妥当。”挂断了电话，我便找来王朝、张龙等人，和他们说了一下情况。王朝等人自然是毫无异议，人命关天，我通知周康人今晚就能过去，让周康搞定签证和护照。周康表示没问题，有人好办事。我这边只是将王朝等人的基本材料传送给周康，没到半小时，王朝等人的护照便被送上了门，同时还有今晚的机票。当天晚上，王朝等人便前往了周康堂妹周飞的失踪地点曼谷。晚上10点多，王朝等人抵达了曼谷，由周家安排的人进行接机，并安排了住处。王朝等人也见到了周家安排的翻译和一名熟悉当地的向导。接着，周家安排的向导给了王朝一份资料，这是周家买通了当地警局一位工作人员才拿到的。资料上显示，周飞是来曼谷旅游的，失踪地点在曼谷的一家大型酒吧外，酒吧名叫 GoGo， 在当地颇为有名。其中还有当地警方的猜测信息，绑匪是一群老手。从当时酒吧外的监控可以看到，几个绑匪分工十分明确，目标也十分肯定。从下车到绑人，总计时间花费了不到2分钟。可惜资料上只有文字信息，监控视频是没有的，不然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。王朝看过资料后，向向导问道：“曼谷这边会经常有人失踪吗？”翻译看了眼王朝，随即对向导翻译道：“向导犹豫了几秒钟后回答：还好吧，不过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几次。”王朝继续问道：“那最终结果警方公布了没有？”“很多被绑人发现时已经是尸体。”王朝闻言默默点了点头，紧接着大脑急速运转，想要在有效的信息中查到一丝线索。这时一旁的张龙突然道：“本地最大的江湖势力是哪个？”王朝闻言突然眼睛一亮，张龙这个突破点很好，正所谓猫有猫路，狗有狗道。一般这种在一地经常性作案的团伙，要说本地江湖势力不知道，那绝对是骗人。不要小瞧了这些江湖人的情报能力。这个问题向导回答得很快。本地最大的江湖势力叫做野狗帮，正巧 GoGo 酒吧也是野狗帮的势力范围，其中看场子的就是野狗帮的成员。得到答复，王朝和张龙对视一眼，皆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惊喜之色。随即王朝对向导道：“带我们去事发酒吧一趟。”向导收了钱，自然是非常听话，随即带着王朝等人来到了 GoGo 酒吧。夜里11点多，开了个卡座后，王朝几人开始不经意地观察起四周。借着饮酒的时候，互相开始同步信息。我刚刚看到4个带有纹身的人上3楼，舞池里有6、7个人的神态不对劲，这个我也发现了。这几个人中有3个一直盯着下面中央那个屏。信息交换完毕，随即王朝开始分配任务。从信息来看，楼下那3个贼眉鼠眼的人可疑性很大，不过野狗帮这条线我们也不能走。接下来我们分成2组，一组由我负责，一组由张龙负责。我这组负责去3楼探查消息，张龙那组要抓住楼下那3人，问清楚他们是在盯梢还是单纯的好死。5分钟以后行动，注意曼谷这边不经枪，行动时注意安全，必要时可击毙对方，还有尽可能的收集武器。5分钟后，王朝和张龙分别开始带人展开行动。王朝这一组总计5人，向导和翻译同样被带上。起初2人是不情愿的，但被王朝2个锁脖之后也只能配合。王朝如此做也是出于无奈，一是语言不通，无法和对方交流；二是翻译和向导都是本地的，谁知道对方会不会为了利益出卖自己。出门在外警惕性一定要拉到最高，这样才能避免因小失大。王朝一行5人刚上到3楼，就被2个身材壮硕的男子拦住了去，同时嘴里说着：“不好意思先生，3楼是员工休息区，不对外开放。”王朝也不想和对方废话，对着身旁的伙伴使了个眼色。接着2人突然抱起，瞬间捂住了拦路者的嘴巴，然后一人一记手刀将2人打晕。接着王朝摸了摸对方身上，没有热武器，只有2把匕首，顺势就被王朝插在了腰间，将2人拎着放到一旁。几人继续向里面走，很快几人来到3楼最里面的地方。翻译指着门上的牌子道：“这里是总经理办公室。”王朝点了点头，接着敲了敲门，门内传出一声咒骂，紧接着过了10几秒，房门被打开。
王朝先是扫了屋内一眼，刚刚那4个带有纹身的人此时正在屋内站着，这几个人对面则是有个大光头，抽着雪茄看向这边。没有废话，王朝对着开门的人就是一脚将其踹翻。而在王朝身后的2个死士也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冲入屋内，顿时屋内响起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，时间持续很短，总计也没有半分钟。很快屋内就消停了下来。当翻译和向导走进屋内时，就看见王朝已经坐在了主位之上，手里正把玩着一把洛克手枪，地上则是跪着屋内刚刚那几人。王朝指了指翻译道：“问问他们谁是负责人。”翻译飞快地转达了王朝的话，接着地上那个光头佬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堆。王朝看向翻译，翻译道：“哥，他说他是这的安保经理，问你们是什么人，并警告你，这里是野狗帮的地盘，你若伤害他们，咱们也走不出这里。”王朝轻笑一声，呵呵，告诉我，不用问我是谁，给，这是照片，问问他们谁见过照片上的你。然后从口袋中递出一张周飞的照片。就在翻译将照片递给地上的几人看时，王朝几人的目光已经死死地盯住了几人。照片被几个人一个个看过，很快，王朝从一个马仔的面部表情看出了异常。随即，王朝走到对方身前道：“你见过这个女孩？”得到否定的回道后，一只大脚已经踩在了马仔的手上。王朝脸色阴冷地说道：“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如果你不说，你这只手现在就会变成肉泥。”马仔犹豫了几秒，并没有开口。不过很快，马仔凄厉的惨叫声便响了起来。王朝是什么身体素质？他还没用力，马仔被踩住的那只手已经发出咔咔的脆响。没过几秒，马仔挺不住了，大声喊道：“别踩了！我说，这个女孩前几天我见过，不过她被巴提一伙人盯上，从那之后就没有再来过我们这里。巴提是什么人？巴提是我们这片区域的一个小老虎，是做黑色产业的。不过在我们的地盘做事，这家伙每个月都会交给我们一笔钱。”王朝闻言眼睛亮了亮，继续问道：“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女孩被巴提一伙人盯上？因为这个女孩给我的印象很深，她来酒吧的那一晚特别张扬，叫了6、7个模特，仅酒水就消费了100多万泰铢。那晚我还碰到巴提的几个马仔在监视对方，他们的据点就在后街，我可以带你们过去，不过你们不要伤害我。”临走前，王朝将其余几人处理了一下，让他们不能说不该说的。当然人还是活着，不过以后的生活对他们而言也是生不如死。来到后巷，张龙几人此时也到，在其身旁正蹲着那3个被怀疑的人。此时3人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一看就没少被羞辱。见到王朝，张龙说道：“队长，这几个人应该没问题，他们也是游客，我看了他们的护照，是棒子的。看那个女孩纯属是好色。”王朝点点头，但为了确定，又让那个马仔看了眼3人，直到马仔也不认识这3个人，王朝这才将3人打晕，留在了小巷。因为距离很近，所以王朝等人步行到巴提的据点也没用多长时间。王朝观察了一下四周，这个据点是个2层小楼，如今所有的窗户都被窗帘拉上，也看不清里面是什么情况。因为装备有限，王朝想了想，当即便决定强攻，与张龙等人做了个手势，几人秒懂，迅速的分散开来。接着王朝便来到了据点门口，拍响了据点大门，很快大门便被打开。为了自身的安全，这时的王朝也没再留手，在对面刚打开大门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王朝一脚正蹬便踹到了来人腹部，那人瞬间好似被卡车撞到了一般，转眼就不见了影子。随后一声闷响响起，不知对方撞到了什么，这才发出声音。王朝对此也不理会，快步走进门内，顺便将刚刚缴获的洛克手枪也握在了手里，以防不测。进入里面，王朝发现这里分为很多房间，但房间上外部孤安了铁门。王朝随即想要打开一个，却发现铁门都是上了锁。里面听到外面碰到门的动静后，响起了一声慌乱的动静。王朝闻声瞬间眼前一亮，因为那个动静是女人发出的。此时张龙等人也紧跟着走了进来。王朝见到后头，把门破开，这里面有女人，说不准雇主就在里面。其余人跟我警戒，明白？所有人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接着张龙叫了另外一个死士，两人一人一只手握住了门把手。接着张龙又比了个3、2、1的手势，然后两人一同用力。只听铁门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声，下一秒，整个门都被拽了下来。门被打开后，张龙便迅速闪了进去。入眼的是一张铁架子床，而床上则是一个被绑着的女人。女人身上只穿了一件内衣，内衣上还有着不少血渍。女人看到张龙，吓得想躲，但被困住的身体又令其无法动弹，只能睁大一双眼睛，恐惧地看向张龙。张龙打量了一下，也没管那么多，上前将塞在女人嘴里的胸衣扯了下来。女人这才惊呼道：“求求你们了，我真的不能再被侵犯了，我的下面流血了，再这样我会死的。”听着熟悉的语言，张龙动作一顿，问道：“龙国人？”女人一愣，旋即好似想到了什么，脸上露出惊喜之色，期盼地问道：“你们是国家派来救我们的吗？”但下一秒，张龙的回答让其如坠冰窟：“我们确实是来救人的，但很抱歉，不是你们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，我是被绑来的，只要您能救我出去，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。”反应过来的女人疯狂祈求道。这时王朝走了进来，张龙，搞什么鬼？是目标吗？不是，那就去开下一间，我们时间很紧。队长，虽然这人不是目标，但也是龙国人。后面的话张龙虽然没说，但王朝已然明白。王朝挠了挠头道：“先放出来吧，一会儿我联系下老板，问问怎么办。”接着张龙将女人身上绑着的绳子割开，你先跟在我们身后，我们需请问一下老板的意见，才能决定怎么处理。张龙割完绳子说了一句，接着转身离开。当张龙回到1楼走廊时，走廊中已经多了几具尸体，都是听到动静被惊动的守卫人员。这次死尸
士们可是火力全开，下了重手，所以这些守卫的死状也是相当的惨。当然，这些没有让死士们升起一丝波澜。有了张龙的加入，开门的速度变快了许多。随着一扇扇门被打开，里面的情形多与第一个房间的女人一样，不过还有几个房间屋内都是血渍，地上也多有残留的人体组织，显然有人于这里被害。不过这些是死士也管不了。眼见没打开门的房间越来越少，王朝等人的心也变得焦急起来。张龙看向跟在其身后的女人，突然拿出周飞的照片，这个女孩你见过没？那女人没废话，接过照片看了一眼，道：见过，我们是一起被绑的。不过这女孩有些刚烈，不愿意被侵犯，被打了几次之后就被带走了。张龙闻言脸色一沉，看来要有最坏的预期了。不过张龙等人也没放弃，搜完了一楼又开始转战二楼。二楼则和一楼完全不一样，可能是一楼的马仔没给出回应。二楼的巴提一伙人有提防，王朝刚要踏上二楼的台阶，顿时几声爆响，将王朝逼回了楼道。王朝回到楼道后迅速对面有枪，大家小心。张龙，配合一下我来解决他。说完，检查了一下手里洛洛克手枪的弹夹，接着给张龙一个眼色。张龙顺势拿起楼道一个垃圾桶，便向着二楼走廊扔去。垃圾桶被抛出的瞬间，二楼走廊再次响起一片枪声。就在这时，王朝瞬间擦了出去，手中的洛洛克也随之响起。几秒钟后，王朝一手拎着一个正在挣扎的人，一边喊道：“危险解除，可以上来了。”张龙等人闻讯走了上来，王朝拎了拎手中的人，对着早已经吓傻了的翻译：“这家伙是领头的，是不是巴提？”翻译浑身抖了一下，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磕磕巴巴的对抓来的那个野狗帮马仔问道。野狗帮的马仔连连点头，表示此人就是巴提。而就在这时，一个死士大声喊道：“队长，人找到了！”王朝听到后心头一震，连忙将巴提扔在地上跑了过去。人是在一间小屋找到时，周飞还处于昏迷状态，看着其赤裸的身体，王朝等人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。一个死士默默地找了个毯子将人裹了起来，接着抱了起来。王朝看了眼周飞，然后道：“人活着就好，这趟就算没有白来。照我，马汉收尾，记得录一下视频。”其余人迅速撤离。张龙问道：“那些被放出的女人怎么办？”王朝回了一句：“老板说了，让人给他们送到当地警察局，以后怎么样我们管不着。”张龙闻言立即闭上了嘴巴。老板的话对他们而言就是圣旨，他们根本不会有任何反驳出现。王朝这边先是带其余人撤离，救出人后就立即给我回了话，听说王朝他们这次事情搞得不小，为了稳妥起见，在当地还没反应过来之前，我联系周康，让其又给王朝等人联系了前往缅国的船，今晚就离开曼谷。周康这边得知堂妹被救后，自是喜不自胜，连连答应这件事由他搞定。周家老宅偌大的会客厅里，此时已经站满了人。周家是一个大家族，在 H 市的势力非常雄厚。这么说吧，周家可以说在各行各业都能吃得开，有自己人。但此时坐在沙发上的各家主持人却是眉头紧锁。周家的闺女在国外被绑架了，这可是大事，各房皆是要出力的。就在众人沉闷想辙之时，周康大喊着跑进了屋：“好消息，好消息，菲菲得救了！菲菲得救了！”周康传来的声音顿时让在座的众人精神一振，尤其是周康的四叔周涛，连忙起身抓住了周康肩膀，问道：“小康，菲菲真的被救出来了？”周康道：“四叔，是真的，是我托了朋友过去，人已经救出来了。不过他们救人时闹的动静有些大，今晚必须要离开曼谷。各位叔伯，还请大家联系一下今晚从曼谷到缅国的船，那边的时间很紧。”接着周康的三叔又道：“船的事我来联系。”说完便大步走了出去。余下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周康。周康的二叔算是周家这代纲领之人，行为举止都带着一股威严，平日根本不苟言笑，但此时脸上也带着些许笑意的。小康过来，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人怎么突然就被救出来了？一般人可没这种跨国营救的能力。周康闻言坐在了二叔和他爹的身边，道：“二叔，我这也属于病急乱投医，是我一个朋友开了家安保公司，所以我就向他询问了一下，没想到对方真的有这方面的业务，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没成想还没出12个小时，对方就把事办成了，我自己现在都有点懵了。”闻言，周康的二叔问道：“你这个朋友叫什么？”周康实话实说道：“叫秦阳，就是上次我和魏亮对赌时候认识的，这人很局气，我现在的保镖就是从他那雇佣的。”周康二叔点了点头，有机会介绍这人给我认识认识。不管怎么样，对方救了菲菲，我们周家不是那种知恩不报的做事风格。这时，周康的三叔走了回来道：“我有个朋友，今晚有批货从曼谷去缅国。小康，我给你地址和时间，让人抓紧上船。”周康立即回道：“好的，三叔，我这就去办。”有了周康的帮忙，王朝等人返回的很顺利。乘船先是抵达了缅国，又从缅国转道返回了龙湖。期间，周飞也醒了过来，但精神状态不怎么好，这点只能让周家自己想办法。不过王朝等人虽走了，但在曼谷却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一夜之间重残8人，10几个死亡，仅凭这个伤亡程度都够上国际新闻。当第二天周康从机场接到周飞时，他看向我的目光明显变了，他已经从向导和翻译那里知道了王朝等人救人的过程。周康以为的事情搞得有点大，顶多就是伤人，没想到会造成这么多死伤。更重要的是，王朝几人却是毫发无损，这样的猛人他是真的有些畏惧。见到周康，我微笑着说道：“周总，幸不辱命，人被我们带回来了。不过你妹妹的状态有些不好，你还需要多关注一下。”周康回道：“这次多亏秦总了，您放心，规矩我懂，前一会儿就会打入你的账户。”
这件事也会到此为止，在国内不会有任何人追究这件事。还有我二叔想请你去家里过年，他要当面感谢你。闻言我眼睛一亮，我让死士们承担这么大的风险，不就是为了结识周康的二叔吗？于是我连忙道：好的，我也是久仰周先生良久，等周先生有时间了，我必定登门拜访。与周康分别不久后，我的银行账户便多出了1000万的转额，赚了钱，又与周康二叔搭上了关系，我的心情十分不错。正当我准备回红宾楼，让李占良做几个好菜犒劳一下王朝等人时，一个电话突然打破了我美好的心情。来电的是我的小姨，我在 H 市其实并不是没有亲人，其一老家的小女儿就定居在 H 市。当初我第一次来 H 市时，就是小姨一家接待。对于小姨一家，我挺感激的。我家因为是单亲家庭，大学生活比较拮据，小姨那时有空就会来看我，并请我吃大餐或者买些吃的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因为专业偏门，也没找到啥好工作，就一直干外卖员。如此情况，我出于自尊也不好意思老去小姨家，毕竟小姨家条件挺好，我老去有着打秋风的嫌疑。直到我获得系统，可能是想证明自己的心作祟，也可能是给家里亲戚一个王炸。不过小姨这个电话却打断了我的装逼梦，因为我的小姨夫出事了。电话那端，小姨安玉带着哭腔说着，旁边还有阵阵的争吵声。杨仔，你还在 H 市吗？你小姨夫出事了，你能过来一趟吗？我皱着眉头问道。小姨，我还在这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小姨夫走了，你现在在哪？小姨呜咽着断断续续的说道。你小姨夫去世了，我现在在殡仪馆。杨仔，我连你小姨夫最后一面都没见过。对方直接将人火化了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你知道的，我和你小姨夫的家人都不在这边，我实在想不到谁能先过来。小姨的哭声让我心里十分的难受，恨不得立即赶到现场。随即带着刚下飞机的王朝等开车直奔殡仪馆。殡仪馆内，小姨夫的同事们正与几个满脸流里流气的小青年对峙着。这些小青年的身后则是一个手拿提包的胖子。胖子一边抽着烟一边说着：“都告诉你们了，这是个意外，是火葬场的职工搞错了。再说我不是答应赔偿了吗？50万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。”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怒斥着说话声：“嘿，包二，你特么丧良心！小厮明明是被你们带走后死亡的，你们还未经人家人许可，擅自将小厮火化，这里面没有猫腻谁信啊？你们不许走，等帽子叔叔来了再说。”名叫包二的男子却是不屑一顾，指着身旁的一个人说：“李东，你个老不死！我都说了是这家伙烧错了人，到时候帽子叔叔来也是找他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出于人道主义赔偿50万已经是仁至义尽，小心我告你诽谤！”老者被包二的诡辩气得面色土白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包二说的对，在有人顶罪的情况下，帽子叔叔还真就拿包二没手段。包二继续威胁道：“行了，都别围着了，你们真想为了私波丢掉工作？要知道，现在月薪7、8千的工作可不好找。”就在这时，殡仪馆的大门口突然开进来几辆车，私波的同事们本就被包二的威胁有些又见到这种情况，皆是默默地向后退了几步。大家还以为包二又找了流氓过来，人都是趋利避害的。为了同事和包二这个经理硬刚，有些划不来。直到我下车，刚才还对峙的人群只剩下小姨和我。再有就是刚刚仗义直言的老者。我阴沉着脸快步走向小姨安逸，小姨看到我顿时更崩溃，一下子扑到我怀里痛哭起来。杨仔，你小姨夫没了，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过。我轻轻拍了拍小姨的后背，小姨，你稳定一下情绪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放心，咱家还有人呢。这时我前方冒出一声嘲讽：切，怎么以为带几个人就牛逼啊？毛都没长齐就冒充社会大哥。闻言我抬眼看去，只见一个胖子脸上带着不屑的表情正看着他。还没等我有什么动作，身边又传来一道声音：孩子，你是思波的外甥。顺着话音我看过去，正是刚刚与小姨安玉站在一起的那名老者。我点头回道：对，老爷子，我是思波的外甥。我姨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小姨现在哭成这样，根本没法说清楚。哎，你小姨夫是被这个畜生害死，这家伙叫包达，外号包二，是我们工厂的总经理。今天早上你姨父被他叫走，不多时就从厂子的楼顶掉了下来，当场摔死了。这家伙不报警，不送医生，不通知家属，直接将人送到了殡仪馆。我们人还没到，你姨父就被火化了。这里要说没有猫腻，你说这谁信啊？听着老者诉说，我的脸色越来越黑，接着目光盯向包二，一字一顿问：我姨父到底怎么死的？包二一贯的嚣张道：哈哈哈，小屁孩，吓我啊！你姨父可能活不起了，然后就自杀了呗。突然我一声暴喝，王朝！瞬间一道身影如鬼魅一般出现在包二身前，紧接着众人还没看清，包二便腾空而起，如同一枚炮弹一样飞速的向后飞去。当包二落地后，已经是满嘴的鲜血，痛苦的哀嚎着。很明显，王朝这一脚在关键时刻收着力。毕竟我虽然在气头上，但总要搞清真相，不然以王朝的实力，一脚下去可以直接送包二见阎王。就在我想有下一步动作时，外面传来了警笛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迫使自己冷静下来。大庭广众之下，真要干掉包二，我也难逃干系。当帽子叔叔进来后，一个年长的帽子叔叔问道：谁报的警？这里是什么情况？还没等其他人回答，已经被手下扶起来的包二哼哼唧唧的说道：啊，帽子同志，这里有人打人，我好疼啊！你要为我做主啊！就是这些人，他们都是一伙的，是黑社会。见状，年长帽子叔叔皱了皱眉：包二，又是你，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包二显然也认识这个年长的帽子叔叔，开口反问道：刘四儿，我这样你看不出吗？我可是被打的。这时那位年长的老者插话道：帽子叔叔，是我报的警，今天我们厂出了一起离奇事故，我的一位同事在上班期间被包二带走了，接着就从楼上摔了下去去世，然后包二这个家伙在未通知死者家属的情况下，擅自将人火化了。我感觉这里有事就报了警，而这位年轻人是死者的外甥，这些围着他的是他的朋友，这个女人和小孩是死者的妻子和孩子。闻言，包二连忙辩解道：刘四儿，你可别听这老头子瞎说，
思波可是自己跳的楼，和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而火化的事是火化工烧错了，这个他可以自己承认。我可是什么都没干，我是冤枉的。我来这还想补偿死者家属。刘姓帽子叔叔听完双方的话后，选择了先带人走，毕竟这里人不少，确实不是审案的好地方。对此我也没说什么，虽然我一直在尽量的让自己不沾污点，但不代表我没有脾气。反正事实的真相我一定要弄清楚，即便到时候法律判不了包二这个人的命我也收定了，耶稣也拦不住我。因为王朝留了手，包二的伤情并不算太重，所以也一道被带到了衙门。进了衙门之后，我开始做笔录，但很快我便发现了不对。对于包二一伙人，帽子叔叔们只是简单的问了问，但对于我一行人，帽子叔叔们则是改变了态度，有种审问犯人的感觉。至此我哪里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包二明显是在衙门里有靠山，这才如此肆无忌惮。当即我就表示自己要打电话。一个给我做笔录的年轻帽子叔叔不屑地说道：“打电话？打什么电话？你知不知道你们现在的行为是聚众犯罪，并且还打伤他人？先在衙门待着吧。”然而我又岂会被对方吓走，当即掏出手机道：“这电话我打定了，够胆你就拦我！官匪沆瀣一气！”我还不信没有说理的地方。听到我的话，那个年轻的帽子一愣，接着勃然大怒，就想上前抢我的手机。但王朝等人也不是吃素，迅速的站在了我身前，将其挡了回去。这时，终于有感觉不对的帽子拉住了年轻帽子，耳语道：“这人有恃无恐，等他来历也不简单。现在是神仙打架，你凑上去当什么炮灰？”听到同事的劝说，年轻帽子心里陡然一惊，刚刚还不可一世的气势瞬间弱了下去。我见此斜了眼对方，拿起手机开始拨打电话。我第一个打给的自然是赵志，如今赵志由我授权，正全权处理着我的产业。对于这种高等人才来说，做这些事对于其那是如鱼得水。赵志那边接通电话，我对其说道：“赵志，我现在在北城区巡捕衙门，我这边遇到些事，现在你就去联系本市的一些记者，还有名气大点的律师过来。”交代完后，我又将电话打给了胡先生。胡先生是个老铁，通过魏亮认识后，胡先生因为鸿宾楼的手艺没少过去吃。久而久之，我和胡先生的关系也近了不少。现在涉及到这方面被局找胡先生，我不求对方能偏向自己，但求一个公平对待，想必这点面子对方还会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当其将事情的经过叙述一遍后，胡先生也是怒不可遏。明眼人一看我一副就死的蹊跷，此时对方还用这方面的人压人，这简直目无王法，真是无法无天。胡先生在电话中十分郑重地说道：“秦总，这样你先别急着找记者，这件事既然你能相信我，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”我明白对方的意思，也退了一步。好的，胡先生，我信你，我暂时不会让记者曝光这件事。如今是网络时代，信息扩散的尤为迅速，一旦真的爆出是官匪勾结、草菅人命的消息，那舆论所造成的影响可不是一般的大。对于胡先生这种级别也是有一定影响。至于信息会不会扩散，胡先生相信以我的能力，想要搞大还是十分轻松的。不要小瞧有钱人的能量，如今来说，我也是跨越到了有钱人的行列。胡先生的动作还是十分迅速，没过几分钟，一个级别明显高于其他帽子叔叔的帽子走进了笔录室。这家伙进来嘴里还喘着粗气，看来是跑了不远的路。进门后，高级别帽子叔叔便问道：“哪位是秦阳秦总？”我站起身看向对方道：“我就是。你是哪位？”“秦总你好，我叫邓军，是这间巡捕衙门的管事。你的诉求胡先生那边已经告诉我，请秦总放心，我们作为维护治安的帽子，绝对会秉公执法，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”我听完深深的看了邓军一眼，希望你能说到做到。现在的情况你们准备怎么处理？对于您姨父的事，我代表北城区巡捕衙门表示沉痛的道歉。我们这边已经对您姨父的死亡进行立案侦查，想必不久就能有消息传回来。我回道：“既然你们已经开始调查，我也没什么好说，也不会耽误你们办案，但从现在开始我就在这里等。嫌疑人包二现在就在你们巡捕衙门，我想弄清楚真相不会太难吧？”邓军一脸为难地说道：“秦总，这不符合规矩。”闻言，我眼睛死死盯着邓军，回道：“呵呵，那刚刚你这几位手下用审问犯人的方式对待我们就符合规矩。当然，现在我不想计较这些，我现在只想要一个真相，我要为我姨父讨回一个公道。”邓军有些心虚地看了看我道：“那好吧，你们几个照顾好受害人家属。”邓军同意的同时，又嘱咐了几个手下一句。随即邓军离开。邓军走后，刚刚的那个年轻帽子看着我，尴尬的脚趾都要抠出30亿平了。他也是经验主义，看我等人年轻，衣着也不是什么大牌，就以为是普通人，容易拿捏。谁想到人家是真的有背景。几个电话下去，衙门的管事都得跑着过来接待。要知道北城区衙门的级别可不低，能指挥得动邓军的，绝对是 H 市大佬级别。随即年轻帽子又感激地看了眼刚刚拦住他的同事。此时那同事正笑着对我说道：“秦总，要不这样，您看这笔录室有些小，你们一众待着有些拥挤，刚好我们这里还有间调解室，那里地方大，还有热水、泡面供应，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？”我赞赏地看了这人一眼，此时说话虽有些献媚之心，但却不让人讨厌。我回道：“你不错，还未请教贵姓？”张振林见自己引起了我的兴趣，越发的谦恭起来：“秦总客气了，我免贵姓张，大名张振林，您叫我小张就行。”张巡捕客气了，那就听张巡捕的意见，咱们去调解室。张振林连忙引路：“好好好，秦总跟我来。”可就在我走出笔录室后，就看见走廊里包二正被2个巡捕押解着前往审讯室。此间，包二嘴里还在疯了一般的大喊：“邓军，你真特么敢动我！我大伯可是北城区2把手，我看你这巡捕衙门的管事是不想干了。”这时，邓军也是一脸漆黑的从一处拐角走了过来，看到我，先是扯出一丝微笑，点了点头。
然后看向包二包达，别以为这次你大伯能再帮你，人命关天，今天你若是不老实交代，有你好果子吃。包二这时见邓军真的要来真的，也开启了暴躁模式，嘴里不断的对邓军输出：邓军，你这条忘恩负义的狗，你别忘了是谁把你提到这个位置。我看到邓军的脸色又黑了几分，心中琢磨着，包二完了，这事也稳了。随即我不再看对方，跟着张振林走进了调解室。入座后，张振林热情的给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倒水，然后识趣的离开了这里。到了现在，我小姨安玉的情绪终于稳定了不少，思路也清晰了许多，多少有些震惊自己这个外甥的变化。安玉先是道谢道：杨仔，今天多亏了你，不然小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你姨父早上上班还说晚上回家检查你小弟的功课，而且你是知道，你姨父为人十分乐观开朗，绝对不会自杀。我附和道：我明白的，小姨。就这样，我在调解室不断的安慰着安玉，一直等到下午2点。邓军这才满头大汗的跑了进来。秦总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事情通过我们的竭力审查，终于有了结果。不用客气了，邓管事还原我们一个真相就行。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。那好，那我就详细说说。思波的死因已经查清楚，是人为导致的。思波是包达工厂的会计，也不知道为啥，思波一直在偷偷搜集包达偷税漏税的证据。就在前几天，思波的行为被包达工厂的另一位会计给发现，于是就汇报给了包达。对于这种行为，包达认为思波是来针对自己的，于是今早就将思波叫到了楼上谈谈，想要让思波将搜集的证据交出来。思波抵死不认，包达就叫手下打他。包达的手下没轻没重，其中一个用武器砸中了思波的后脑，使其当场死亡。接着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，包达让人将思波拽到了顶楼，扔了下去，伪装成了跳楼的假象，然后又收买了殡仪馆的火化工，让其误烧思波遗体，毁掉一切证据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秦总，包达手下的马仔已经都招了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。听完缘由，我紧锁眉头，这个真相我还能接受，不过其不解的是，一向有些胆小的小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去收集包达的犯罪证据？这对他也没什么好处。这边安玉听完继续嚎啕大哭了起来，嘴里还念叨着让他不要这样，他偏要这样。这回好了，他死的倒是痛快，留下我们孤儿寡母该怎么活？见状，我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：小姨，我姨父为啥要搞包达？安玉断断续续的解释着，思波这是在为他姐报仇。我还以为有了小姨，他已经放弃了这个念头。小姨就是我的表弟，名叫司子义，今年才7岁。接着安玉哽咽着将事情的原委道出：20年前，司家就与包家有过纠葛，思波的姐姐因长得好看，一次偶然让包达看中，包达追求其姐姐，其姐姐不同意，随即包达恼羞成怒，在某一天就将思波的姐姐侮辱，思波的姐姐不堪侮辱，第2天就选择了自杀。而包达当时因为年龄的原因，法律并没有拿其怎么样。思波和姐姐的关系十分好，这件事就成了其心中的一根刺。长大之后，思波娶了妻生了子，原本时间会淡化一切，但包达的突然出现让思波内心的仇恨再也压抑不住。就这样，思波通过自身专业进了包达所开的工厂。包达本就不是什么好人，仗着有背景犯了不少事，尤其是偷税漏税。思波本以为自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为自己报仇，但造化弄人。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，我也从没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的亲属身上，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破碎。而且小姨夫思波的思维太简单，这件事若不是我混出了头，有了些背景，怕是思波到死也无法拿包达。社会就是如此现实。邓管事，既然证据确凿，我想知道包达的最终结果会怎么样。最后我问你，秦总，我们巡捕衙门只负责审讯，至于判刑则由审判署负责。不过以我的经验，包达最少要进去15年以上。闻言我眉头一皱，为什么会这么轻？以我的想法，包达已知的命案就有2条，这种人判死刑绝对错不了。邓军解释道，包达当时只是想通过暴力威胁思波拿出证据，其手下也是一时失手造成思波死亡，所以以这个是定不了包达死刑的。还有烧错尸体、伪造案发现场什么的，罪名虽重，但数罪并罚的情况下，也只会加重其刑期。闻言，我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，但眼中的寒光却是一闪而逝。包达等人被羁押，等待法律的审判，再在这等下去也没什么意思。于是我便带着小姨母子返回了红冰楼。虽然判罚还需一段时间，但死者为大，小姨和思家的亲属又还没到，丧事的事就落在了我的头上。但这就有点为难我，这种事我真是第一次接手。好在有钱好办事，在那个仗义直言的小姨夫同事的建议，我找了个殡葬服务公司，这才解脱出来。接下来的2天，思家和小姨家的亲友陆续赶到，那场面就不多描述了，看得直叫人心酸。这也更加肯定了我内心的想法，绝对不能让包达好过。小姨夫出殡后，这件事也算是尘埃落定，赔偿什么的要等包达等人被审判后才能有说，这些就不是我需要关注的。这日，我坐在红冰楼总经理办公室的老板椅上，正听取赵志的汇报。老板，这几天我已经将集团公司的名字注册了下来，名字是您取得秦氏集团，而且又分别注册了秦氏餐饮、秦氏建筑、秦氏安保、秦氏生物医药、秦氏搬家公司、秦氏机械制造等多家子公司。由于工作量太大，我又从猎头找了一些负责各类子公司的人才，来分别对各个子公司进行升级建设。其中，我精断的目
目标是以餐饮和搬家公司为主，争取在1个月之后将鸿宾楼的分店开到市内的其他3个主城区。如今已经进入选址店面的环节。搬家公司方面，我打算模仿运拉拉，使用网络接单模式，不过人工方面都用咱们自己的，等规模扩大了再考虑吸纳外人。对于公司经营方面，我是一窍不通，还是那句话，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去。我听完赵志的汇报回道，你看着办吧。还有别的事吗？再有就是集团正规化，需要自己的办公地点，各类行政人员也不足，这些岗位咱们的人是做不了，所以我需要大规模开始招聘。还有税务方面，老板之前虽然缴税，但我找专业人看过，我们有很多可以合理避免的税务，所以公司要聘请专业的财会团队。我打着哈欠回道，你去办。赵志扯了扯嘴角，点头应是。接下来的话题终于轮到我感兴趣的方面，老板，那个公司是可以通过采购车辆合理避税的，我看您的座驾有些不符合您的身份，这方面你有什么需求吗？听到这个我可不困了，连忙道，车我可以自己买吗？可以的，只要挂在集团公司名下即可。我回道，那好，今天有空我就去落实了。赵志离开后，我带着王朝便开车前往 H 市汽车商贸城。抵达汽贸城后，我直接无视了其他品系，先是让王朝将车停到了奔驰 4S 店的门口。下车后，我便与王朝直奔展厅。展厅内的人不少，但大都是来参观的。不过即便如此，奔驰的销售们也是十分热情的在回答顾客的问题，并没有电视上那种狗眼瞧人低的状况发生。我和王朝走到展台时，立即就有一位长相不错的女销售停了上来。先生们，你们好，欢迎光临奔驰 4S 店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吗？得知我们是来买车的时候，女销售开始询问我们的预算是多少。我顿了顿道，暂时没有上限，遇到适合的就好。闻言，女销售眼睛一亮，顿时更加热情了许多。那好，先生们，请跟我到这边来。女销售说着做了个请的手势，然后带着我走到了靠近中间位置。先生们，如果你们喜欢偏商务意识，我给你们推荐一下我们公司的这款奔驰 E， 价格在45到50万之间，十分合适，而且这是最新款，对原来的车型进行了改造升级，可以看作小腾级。闻言我眉头微蹙，要是放到以前，奔驰 E 对我而言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好处，但对比我现在的身材，这款车就有点不够档次。于是我直接摇了摇头道，太便宜了。迈巴赫你家有现车吗？有的话我看看。女销售闻言一愣，但转瞬就反应了过来，连忙道，有的，就在那边被围着的那个展台。说完，女销售快步走了过去，和2个围观的人交流了一下，让其给我让开了位置。先生，您运气真好，这辆 S680是昨天才运到我们展厅的，不然您想要的话还需预约一段时间呢。看向眼前这辆迈巴赫 S680，我点了点头。可以说这辆车就是我的梦中情车之一，颜色是黑蓝组成的双拼色，虽然我更喜欢黑灰的双拼色，但黑蓝也能接受。至于车的配置和性能我早就了解过，于是我开口说道，车不错，你去问问我现在能不能开走，还有给我一个好价。见我如此说，女销售脸色顿时涨红了起来，她这运气真是没水，只是出于公司规定，随便接待了2个顾客，居然都能碰上这种现场提车的土豪。随即女销售道，好的先生，你们先随我到休息区休息，喝杯茶，我这就去找我领导申请，今天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价格。没过多久，女销售跑了出来，额头都布满了细汗。先生，幸不辱命，我们公司的这款现车奔驰迈巴赫 S680落地价格是460万，其中购置税和保险都包含在里面。经过我对领导的请示，如果先生您今天就开走的话，可以为您免去20万，其中购置税和保险由我们承担，而且车子本身包含的10几万大礼包，我们再送您一份。不知道这个价位您们是否满意？女销售说完，忐忑地看着我。对于 S680的价格，经过短视频的熏陶，我心中是有数的。大多数提车的价格就在这个价位，虽然磨的话还能磨掉一些，但我也懒得这么做了，当即便点头同意了下来。女销售见我点头，脸上的喜悦之色都要掩盖不住了，缓了几秒，这才问道：先生，您是全款还是贷款？贷款的话，我们公司有着定向。闻言，我起身道：不用介绍了，全款，带我去刷卡吧。很快，在销售的带领下，我缴了款，接着便开着迈巴赫 S680离开了 4S 店。新车上手是我自己开的，这么好的车怎么也要让老板先过瘾再说。王朝则是开着那辆霸道跟在后面。出了奔驰 4S 店，不远处就有个加油站，我便将车开了过去准备加油，却没想到在这里居然遇到了一位老同学。就在我加油的时候，旁边传来一声惊呼：你是秦阳！我转身望去，脸上随即露出笑容。李大富！李大富震撼地说道：卧槽，你小子现在混得这样牛逼吗？奔驰迈巴赫 S680这车都够买我命了吧？我谦虚道：也就一般般，咱们同学都有开宾利、劳斯莱斯的，我这车还差点。不过话虽这么说，但我的内心还是很爽。随即李大富绕着车边感叹边问：秦阳现在在哪发财啊？有机会拉兄弟一把？我就是小打小闹。不过大富，你毕业找的工作不是很好吗？怎么还有跳槽的意思？李大富回道：别提了，现在大环境不好，我们公司都快黄了。这不，我在这附近开网约车呢，补贴家用。对了，秦阳，你和邓月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眼神有些暗淡的回道：我俩分了。你俩怎么会分呢？当初我们可是公认你俩能走到一起。邓月对你那真是没得说，你不知道咱班的男生那时有多羡慕。说到这，我的情绪又低落了不少。对于邓月，我是有愧的，用一句话形容，就是在最没能力的年龄遇到了最对的。当初分手也是
是我提的，不是说邓月不陪我吃苦，但以之前我的状态，我是真的看不到什么希望。我当初的意思是不想耽搁邓月，这应该是绝大部分男人对自己喜欢女人的态度，不想让自己喜欢的女人跟着自己吃苦。网络上那些两口子凭借努力发达的终归是少数，不过现在有着李大富的提醒，我的内心又躁动了起来。邓月真的是一个好女人，这辈子若是真就这么放弃，我敢肯定自己一定会后悔。随即我拍了拍李大富的肩膀，大富谢了。哎，你谢我干什么？还有一件事，秦阳，你看咱班群了没？赵峰瑞那个臭屁的家伙要组织聚会，你去不？我回道同学聚会，我没看群还真不知道，不过有时间的话我应该会去。虽说现在的同学聚会变了，但里面终归有几个自己要好的朋友。毕业后我与几个要好的朋友也不常见，趁着这次聚会的时机，大家聚聚也不错。说了会儿话，这边油已经加满了，我给了李大富自己的电话，告诉他真要跳槽了，自己这边还是能帮忙找个工作。两人在大学时也就是点头之交，帮忙安排着工作，我感觉自己已经做得很到位。现实嘛就是如此。将车开出加油站，我再到边停了下来，掏出手机打开通讯录，找到了那个被拉黑了的电话号码，取消了拉黑。我深吸了口气，拨通了号码，铃声响得很短，就被对方接了起来。对面响起一道清脆的女声，但话音却有些颤抖。喂，秦阳，是你吗？